小姑娘一个人无父无母，就连栖身的破庙还是好心人帮忙找的。为了保父，她翻过垃圾，抢过狗食，也偷过人家后院。小姑娘5岁那年，去大户人家的厨房偷剩饭，被丫鬟发现，招呼了3、5个壮汉围着她一顿好打，然后扔出府墙外。还没腿长的小姑娘佝偻着身躯，躺了足足3天才缓过来。能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饭吃。小江生知道，只有吃了饭，人才能活着。翻过这堵墙，就是怡红院的后厨。可是我的身高不够，只能钻狗洞了。小江生惊得累，他知道去怡红院的客人都不是奔着吃饭，往往点上一桌子鱼肉，也碰不了几口。小姑娘低着头，卖力寻找上次进出的小窟窿，可找来找去都找不见。不会是被人躲上了吧？小江生正苦恼着，怡红院的后门却突然打开了。老娘养不起你，这怡红院也养不起你，给老娘滚！对外别说认识老娘，也别回来这里。是小公子被家里人抛弃了呀，他应该很难过吧？江生虽然可怜他，但也顾不上他。他找到了狗洞，就在茂密的青草后头。7岁的小女娃手脚并用，灵活地穿到后厨，在1人高的大桶里打捞鸡头、鸡脖、鸡脚、鱼尾巴，所有能吃的全都打捞出来，再用一块小抹布裹好。哪里来的小贼？小公子怎么还在这里坐着？龟公们已经在打开后门，他们甚至商量着要好好教训偷东西的小贼。小公子呆呆的，说不定会被打死。小姑娘心底不忍，冲过去拉起他，呼啦啦就跑。后头龟公还在吆喝。江生凭借对地形的了解，先钻3个胡同，再穿4个街道，终于成功摆脱掉他们。你是谁？江生没有理他，本来就饿，又跑了那么久，他现在只想补充体力。他从小抹布里挑出鱼尾巴，小心翼翼地缩掉鱼皮，再吃掉鱼肉，连鱼尾都细细地吮吸一遍。小公子在旁边看得眼睛都直了。你也饿了，吃吧，别浪费。小江生不是很大方的人，但他知道挨饿的感受。被毒打过后，濒死的那3天，江生许了个心愿，他希望以后不会再有人挨饿。你要去哪里？当然是回家了。家？我没有家了。你快别哭了，我把我的家分你一半，这样我们就都有家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不过我家有点破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江生长途跋涉，把小公子带回了家。说是家，其实就是个破庙，年久失修，东边漏风，西边漏雨，没有木床，全打地铺。现在这里也是你的家啦。我叫江生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叫郑如谦。晚上，江生把鸡脖分了郑如谦一半，郑如谦从怀里掏出2块金豆子。我只有这些了。江生正沉浸在食物以后都要分出去一半的痛苦中，冷不丁瞄见那闪烁的金黄，差一点原地蹦起来。虽然我没拥有过金子，但我见过怡红院的客人掏出一锭锭金子，就是这样的颜色。小姑娘学着老鸨的样子咬一咬，哥呀，是真的。不过我们没有保护金子的能力，这些钱要藏起来。江生像个小大人，在破庙里绕来绕去，哪都不放心，想来想去，最后放在了佛祖脚下。希望佛祖保佑金子有不丢失，顺便再保佑我们人人都有饭吃，不会饿肚子。但显然佛祖不认识他们，才吃了2顿，小抹布里的饭就空了。我可以少吃一点，别丢下我。有了，我们去市场捡菜吃。镇子东边的菜市场，买菜的都是些大户人家，经常撇去几层菜皮，只要最嫩的菜心。他们扔掉的菜皮虽然蔫了些，但一点都不妨碍吃。其实水煮菜也不难吃，但若是能撒上丢点盐，就更美味了。大会你要眼疾手快，要抢，不然拿不到菜叶子的。怎么烂菜叶也要抢的？经历一场暴风骤雨，2个小朋友灰头土脸地抱着菜叶从人群中撤退。今天晚上就吃最蔫儿的，剩下还能吃2顿。巷子里突然窜出来个少年，将他怀中的菜抢走大半，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奔离去。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抢的菜，张生，我们的菜，习惯就好啦。他们是附近流窜的一群小乞丐，我们打也打不过，只能逼着点。穷人的世界里，弱肉强食如此纯粹。2个人摇摇晃晃着往破庙里走。就在2个小家伙快回到破庙时，路边的草丛里传出了细微的哼唧声。张生，有人，有你一个我就吃不饱啦，要是再来一个会饿死的。不会的，江生，万一他有家人，拿食物感谢我们呢？这四周荒凉无比，谁会舍得自己家人躺在这里？
除非是家里没人了。小江生到底还是心软，悄咪咪凑了过去，拨开干枯的芦苇丛，就看见一个小少年躺在地上，双眼紧闭，口中溢出细微呻吟。江生鼓起勇气，拿起水囊，凑过去小心地喂他，一口一口，就像喂濒死的小猫猫那样。良久，小少年终于醒过来。两个小朋友虽然自己是自身难保的小乞丐，但是遇到受伤的孩子，还是不忍心见死不救。哥哥，你很疼吗？我的腿断了。我见过怡红院的姑姑们腿断了，都是要送去医馆的。可一个断腿的人要怎么送去医馆呢？江生拉着郑如谦商量了半晌，最终决定偷赵伯伯的平车用。赵伯伯脾气有点凶，但他家有平车，就拴在村口的木桩子上。你放上，我去拉平车。7岁的小姑娘没吃过好饭，肩膀比平车高不了多少，她把绳子背在身上，吃力地拉着前进。郎中大夫，郎中大夫，我哥哥腿断了，能麻烦你帮忙医治吗？但是我们没有钱。小江生原本是打算先骗郎中治疗，再用耍赖的方式逃掉医药费，但中年郎中的眼神如此温和，让他不忍继续。腿断了，有点严重，要静养起码3个月，半个月来换一次药，平时尽量不要挪动，但也要防止生褥疮。中年郎中还抓了半个月的汤药放在平车尾。郎中大夫，我们真的没有钱。好孩子，不要钱，回家吧，好好照顾你哥哥。世道乱，穷人多，哪家生活都不容易。郎中自己身上的衣服也打着几块补丁，但他依旧免费抓药，免费治病。江生一边拉着平车，一边模糊了双眼。哥哥，你的家在哪里？我送你回家。我没有家了。我也没有家了。我叫郑如谦，他叫江生。你呢？许墨。小江生在地上垫上最干净的稻草，可郑如谦小心翼翼地把许墨放平躺好。做完这一切，小江生就去煮晚饭了。没多大会，泛黄的清水裹着菜叶送到跟前。你们就吃这个。是啊，这些都是新鲜的菜叶呢。许墨尝了一口，连盐味都没有。以后哥哥带你们吃肉。许墨本以为这话一出会引来几番痛哭流涕，没想到江生头也不抬。你不想吃肉吗？现在活着都费劲，哪里有以后？以前就小江生一个人，他可以捡点，可以偷点，也可以用睡觉躲避饥饿，但郑如谦不耐饿，一饿就嗷叫。许墨又断了腿，没有行动能力，真是愁死小姑娘了。思来想去，小江生决定去要饭。啊，要饭不行，倘若爹娘天上有灵，知道拼死保下的独子去要饭，怕是会气得活过来。我要饭就要死，你们打算我要死吗？许墨沉默了。郑如谦瞟了一眼佛祖脚下，戳戳江生。我们可以用那个，还有2只金豆子藏着呢。郎中大夫治病又抓药，你真打算一点钱都不给？那2个金豆子是打算下次抓药时给郎中大夫的。郑如谦被小江生这样一说，羞愧地低下了头。没想到这样一个流浪的乞儿，居然知道知恩图报，真是令人钦佩。而且赵伯伯发现我们偷用平车了，他已经把平车藏到了家里，以后想带许墨哥哥去看郎中，就得花钱租平车了，这些都是要花钱的地方啊。如谦哥哥，你还小，我不怪你，但咱们想要活下去，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来。我知道错了。看到郑如谦知错了，江生这才满意的闭上了嘴。我可以抄书赚钱，虽然一本书只有几文钱，但起码不用乞讨。许墨哥哥，你读过书？那你能教我读书识字吗？只要不乞讨就行。可不乞讨，要怎么吃饭呢？就算去抄书，也要抵押2个铜板。书店老板还怕你拿着书跑了呢。小江生长吁短叹，最后决定去山里捡蘑菇。所谓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十里铺镇紧靠十里山，村民们经常去山里捡蘑菇挖笋子，还有厉害的猎人可以打猎物。第2天，小江生起了个大早，他登上捡来的破竹篓，拉着郑如谦进了山。江生，你不是说有蘑菇吗？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外面的早就被大家捡完了，得去里头捡。大山的深处静谧而深沉，参天大树掩盖住了日光，让视线都跟着受到影响。郑如谦还是头一次来这种地方，吓得有些发抖。江生也怕，但为了养活3张嘴，为了赚到抵押抄书的2个铜板，这山一定要进，吃蘑菇也一定要采，一直捡到日落西山，竹篓才放满，2个小人儿才依偎着走出大山。没遇到野猪，也没被毒蛇咬，真是幸运。回到破庙，
小江生开情急，我们把一小部分煮着吃，剩下的学村民晾在地上，据说这样可以晾掉水分，让蘑菇更容易保存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蘑菇晾晒太干，重量减少，赚的钱自然也就少了。江生一共晾了3天，他觉得差不多了，背着竹篓要去集市。临出发时，江生拍着胸口：许墨哥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书给你拿来。从一进集市，江生就警惕的左右观望，确定那群乞儿不在，才找了个角落，把竹篓放在地上，大声叫卖：卖蘑菇了！山里刚采的野生蘑菇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山里的货很紧俏，蘑菇又干燥无水分，很快被人买走。啊，赚钱的感觉，我喜欢。江生十分谨慎，把铜板一分为2，各自装起来。走吧，去抵押抄书。一直到离开集市，也没见意外发生。江生刚要松口气，走到巷子里就被堵住，几个半大的孩子前后拦截住他们。交出来！什么交出来？江生装傻，想蒙混过关。镇上有一群霸王乞儿，他们经常恃强凌弱，家里有男人的不敢惹，家族庞大的不敢碰，有钱有势的避着走。像小江生一样单独生活，年龄又小，还是个女娃的，简直就像是量身定做的弱者。要是以前我也就忍了，毕竟张姑姑说过，强龙拿什么不压蛇。可现在这10几枚铜钱是给许墨看病的，还学会装傻了。正如倩吓傻了，扑过去用身体护着江生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不许打人！把钱交出来，就不打你们，不给就打死你们。正如倩又急又气，但又害怕江生出来，完全不知该怎么办，只能用嚎啕大哭发泄恐惧。看来今天是躲不过了。幸好我早把钱1分2份，能不能给留一点？半大孩子龇牙一笑，伸手抢过，全都藏进了怀中，满意的吹了声口哨，一转身却在巷子口看见了人。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找苦命人。2个小乞丐好不容易到深山捡了些蘑菇，卖了几文钱，却被欺软怕硬的恶霸给抢走了。把钱还给他。我庞大山今天也是开了眼了，现在的小孩一个个胆子真大，连我庞爷都敢威胁。我就不给，有能耐你就来打我们，爷还怕你不成？给你们的钱。还完钱，小孩转身要走，还好江生机灵，急忙拽住他衣袖。哥哥，我想谢谢你。不用谢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是爹爹教过的。那哥哥，你现在要回家吗？我不回家。我们也不回家，我们都没有爹娘。哥哥，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吗？一棒子就能打赢庞大山的哥哥来，要是有他在，以后做什么生意都不怕被抢了。好，反正我没有了爹娘，也回不去家了。哥哥，我叫江生，堂叫郑如谦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方恒，我昨天才流浪到这个镇子上。小江生难得大方一回，用1文钱买了2个肉包，给方恒1整个，剩他跟郑如谦对半个。不公平啊，不公平！为什么我是半个？小江生，你偏心。方恒哥哥刚来，我们要对他好点，这样才能牢牢抱住保护伞，才能不怕庞大山。哎，如谦哥哥总是那么笨，但凡他能有自己2分才智，也不至于绕不过来这个弯啊！很快到了书铺，小江生跑到老板跟前，催声声道：“老板，来2本抄书。”哪里来的小叫花子？去，赶紧走，走远点，别妨碍我做生意。我们是来做工的，不是来乞讨的，不能因为衣服就瞧不起我们。你这是门缝里看人。我们这抄书可是要抵押钱的，你们有钱吗？有，你说多少钱？郑如谦掏出怀里的8个铜板，书店老板瞟了一眼，8文钱，你没有吗？他其实并不想跟这群孩子做生意，之所以说8文，也只是故意为难他们。毕竟抄书不仅要抵押书，还要笔墨纸砚，而普通书店抵押也就2文钱。店大欺客，我们不在你这抄了，你这里也不配摆放我哥哥抄的书。哼！看，那也有。这家书铺应该是新开的，里头没几个人，也没几本书。小江生没多少信心这家店要抄书，就在门口试探地问了句：“老板，要抄书吗？”要，有多少要多少。那你这里押金要多少？
这次他学聪明了，将8文钱死死藏在袖子里，不敢露出分毫。2文押金，抄一本书给4文钱，若是成了熟客，押金就免了。老板，我们先抄2本。好嘞，这是笔墨纸砚和需要抄的书，您拿好。回破庙的路上，江生抱着2本书如获至宝，方恒和郑如谦一个捧着笔墨，一个拎着纸砚。今天一共赚了16文钱，花掉10文钱，剩下6文。这可是我们家庭的第一笔收入。最让小江生高兴的还是方恒的加入，以后再也不怕被人欺负了。回到破庙，江生从怀里掏出热乎的包子。许墨哥哥，给你的。谢谢妹妹。方恒哥哥不要嫌弃，咱家穷，就只有卷子，不过卷子也快没了，看来还得进山一趟啊。那个可能会出现长虫的深山，可不可以不要再进了？如谦哥哥不想挣钱了吗？有钱的感觉你不喜欢吗？捡卷子就可以赚钱，哎，你不要钱吗？有钱的感觉确实挺好的哈，如果不是山里有点可怕，我肯定爱上山捡菌子。不想进山就不要进了，我一天能抄1本书，足够我们吃饭的了。那怎么行？我们怎么能把眼家的重任全压在许墨哥哥一个人的身上？反正我不是吃白饭的，如谦哥哥也不会吃白饭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进山捡菌子，一天就能赚好多铜板呢，对不对？这么说起来，我们俩赚的比许墨哥哥还多，我们好棒呀！哇，好棒！走，进山捡菌子。要不是方恒拦着，郑如谦立马就要背起竹篓出门上山了。明天再去啦，现在太晚了，如谦哥哥。江生吐吐舌头，他好像把如谦哥哥忽悠傻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煮好菌子汤，几个人分食完毕。江生带着冲劲满满的郑如谦，背起竹篓要进山。方恒摸了根棍子，一声不吭地跟在身后。深山冷幽，3个人就是比2个人要快，也才半下午就捡满了2包菌子。郑如谦和方恒背着竹篓，小江生什么都不用拿，开心地跟在2个哥哥身后。如谦哥哥，方恒哥哥，有你们真好，我再也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，我以后也有疼爱我的家人了。路上遇到相熟的村民，看见3个小孩瞪大了眼睛。小江生，你前头2个是谁呀？是我哥哥。村民更疑惑了，这小姑娘在村里流浪了5、6年，什么时候有哥哥了？真的是我哥哥，这是我2哥，这是我3哥，我还有一个大哥，不过他生病了。哦，4个孩子啊，这样乖的孩子都舍得扔掉，真是造孽。不过叹气归叹气，大家都不富裕，也都养不起那多出来的一张嘴。江生，你什么时候给我们排序的？当然是按照遇见你们的顺序了，叫名字都不好听，以后就叫大哥、2哥、3哥。可是你不是先遇见的我吗？我应该是大哥才对。可是许墨哥哥看起来刚正不阿，更有儒雅温和的大哥气质。郑如谦刚开始还挺悲愤，想想许墨说话做事的确更为优秀，只能强行自我安慰。没关系，好歹不是老3。算一算，我们从医馆回来已经10天了，再过5天就是半个月，要给大哥换药了。江生一鼓作气，连进了深山3天，晒出来满满3大竹篓的蘑菇，用2天时间卖了个干净，加上许墨抄的书，一共到手80个铜板，在病上之前的足足有100文还多。我以前都是偷蒙拐骗的活着，从来没想过靠自己有一天能赚到这么多钱。虽然这其中也有3个哥哥的功劳，但小江生自恋的认为自己的决策才是重中之重。以后你们就跟着我可以带哥哥们吃肉，带哥哥们成为大员外。在小江生有限的7年人生里，见过最有钱的人就是城东的牛员外了，所以他立誓自己和哥哥们长大都要成为员外。成了员外就可以每天都吃猪肉，大员外的猪肉，就连刨地都要用金锄头。好，以后你就是江员外。方员外、郑员外，吃了吗？许员外。小江生学着自己的样子打招呼，欢快的气氛持续到夜里，就连睡觉时，江生脸上都带着笑。可等到第2天晨来，江生就笑不出来，他是被冻醒的。透过破门，我最害怕冬天了，天冷需要更多的衣物御寒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草席破音会冷到手脚僵硬，而且天冷了，深山里的蘑菇都会被冻死。
我们才刚刚攒够1吊铜钱，赚钱的门路就没了。今天要去给大哥换药，把金豆子给郎中大夫，剩下的钱我们买棉被。不过在做这些事之前，我们得先去租一辆平车。小强生一路小跑到镇子上，租了辆平车。方恒主动承担起拉平车的任务，郑如谦负责推，两个人偶尔调换。小江生跟在后头。离医馆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，他看到从医馆里走出了一对手里拎着带鞘长刀的人，在他们身后是郎中大夫以及郎中大夫的夫人。两个人似是经过了一番拷打，衣衫凌乱，面容憔悴，嘴角还有血迹。嘴巴这么严谨，许县令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？跟我去县衙地牢，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嘴巴硬，还是县衙的刑具更硬。直到带刀捕快的身影消失不见，几个小家伙才敢走向医馆门口。不知道郎中大夫到底犯了什么错，要被这样对待？大哥的腿可怎么办呀？是呀，郎中大夫都不在了，谁给大哥看病呀？小强生再也忍不住，眼泪破口而出，只能去县里了。但以他们拉平车的速度，从破庙到镇上不用1个时辰，从镇上去县里更是足足需要4个时辰。我们在这里等等，万一郎中大夫回来呢？大家没有异议，他便推开了医馆的大门，把许墨放在看诊的床上，安静等待。然而等了大半天，始终都没有人来。小江生饿得受不住，拉着方恒出去买了4个包子，一人1个，热乎乎的包子啃上2口，可真幸福。小江生正大口吞咽，冷不丁有木头挤压的声音响，紧接着许墨床后的香笼抬起了狭窄的缝隙，缝隙露出一双黢黑的眼珠。是谁？谁在那里？小江生用力打开箱子，就看见一个瘦瘦弱弱的小男孩蜷缩在木箱的角落。你是谁啊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小男孩没说话，只是看着小江生手里的包子。你告诉我你是谁，我请你吃包子。我叫温之允，我爹和我娘被一群坏人拉走了，他们让我藏起来，说如果1天之后没回来，就让我一个人有多远跑多远。几个小朋友从天亮等到天黑，又从天黑等到天亮，好心的郎中夫妇却始终没有回来。小江生趁哥哥们还没醒，蹑手蹑脚，准备出门去打听郎中夫妇的消息，却突然发现不远处躺着2个被白布盖着的人。小姑娘赶紧跑过去，不出意外看到了郎中夫妇，他们好像被狠狠折磨过，遍体鲜血淋漓。郎中大夫对我好，我也要回报郎中大夫。如今郎中大夫出事了，那我就回报郎中大夫的孩子吧。爹娘，您让雨儿怎么办？雨儿一个人要怎么办呀？小哥哥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跟我们一起吧。要是小哥哥不愿意跟着我们，想要投奔亲戚，我就把2个金豆子给他，再给他20个铜板，让小哥哥以后的生活也有些保障。可没想到温之云只是犹豫了片刻，就点了点头。四哥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郎中夫妇的尸身不能长时间停在医馆里，在许墨的建议下，几个孩子合力刨出个土坑，将生出20文，刚刚好是一口薄棺的价格。墓碑是建造不起了，只能取一块木板插在坟头。爹娘，鱼儿不孝，只能将你们留在这里，待将来儿一定为父母迁坟，为你们报仇雪恨。回到医馆，温之允一直垂着头，悲伤又恍惚。小江生也很悲伤，大哥的腿没人治了，还是得去县里呀。你们是要治断腿吧？我跟我爹学了几年，勉强也会一些，只是没我爹医术精湛，你们可能要忍着点。好啊好啊，这医馆是不能待了。四哥，你带着东西跟我们回家吧。温之远含泪为许墨换了术，并用油纸把所有药物打包。这些是医馆的立身之本，也是许墨最为需要的东西。就带这些，其他的东西不带吗？被褥啊，棉衣啊，棉鞋啊，都是好东西。其他的还要带吗？当然要了。小江生几乎把整个医馆搬空，要不是药柜太重，破庙也摆不开床，他都恨不得全挪走。为此，江生又租了一辆平车，5个孩子吭哧吭哧回到破庙。温之允这才明白为什么要全都打包。这个破庙除了能遮风避雨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小江生发愁，5个人要怎么生活呢？他应该做点什么才能天天饱饭，顿顿有肉呢？江生怎么愁成这样？大哥，我们需要挣钱。我抄书就够了，你不需要为这个发愁。我可以出诊看病，只是治不了重疾。在乡野，郎中是极受欢迎的存在，哪怕不够精湛。小江生张大嘴巴，他这才发现，原来不是自己心软救了温之允，
而是温之允来救他们这群穷光蛋来了。我能帮别人打架，收保护费。4个哥哥到目前为止，3个都贡献出了谋生手段，剩下一个郑如谦不甘落后的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什么也不会，除了吃。别难过，我跟你一样，也是什么都不会。虽然没有其他几个哥哥那样的一技之长，但只要愿意用脑，我们一定可以赚到钱。我也会赚钱的，一定会的。兄妹齐心，其利断金。小江生沉思半天，最终决定从医术这方面下手。我们去给4个拉。7岁的小姑娘，虽然自己只是一个小乞丐，却收留了5个无家可归的哥哥。殊不知以后这5个哥哥全都身份不分。道德从为了新可出院了，2哥是新贵皇上，3哥是获胜归来的小将军，4哥是名满天下的圣手神医，5哥更是继位大统的皇子。此刻小江生正在拉着2哥在村口来回乱窜，想要给4哥拉到需要治病的人，赚取几兄妹的生活费。路过赵伯伯家门口的时候，赵伯伯的大儿子正皱着眉头往外看，里头时不时传来哎呀的声音。今天没饭吃，走走走！上次偷我家平车还没跟你算完呢，再来就还打你一顿。大狗狗，赵伯伯是不是病了啊？天气还冷，要注意保护身体呀。是昨天吃了些坏肉，我都说过不能吃，他非要吃，今天就起不来了。哎呀，这毛病可严重，得赶紧治。赵伯伯年纪大了，经不住这样折腾。我当然知道，可镇子上的医馆大门紧闭，听人说郎中遭了不测，再往县里走，我爹他又不愿意，宁肯躺在床上叫。我勒个刀！其实也不光赵老伯不同意，赵家其他人都不同意。先不说雇个驴车要多少钱，单说线上大夫的出诊费，他们就支付不起。农户人家一年到头就赚那点钱，全用来看病了，其他人吃什么喝什么。大狗哥，我有个哥哥学了些医术，你若是不放心，可以请他来看看，只是他年龄有点小。这个时候别说年龄小，就算是个兽医都行，快请小郎中，快请！小江生拍拍郑如谦，郑如谦立即回破庙去请温之允，留下江生跟赵大柱有一搭没一搭的交谈。走吧，赶紧进去看看病人。什么时候了？你们还让小孩来家里玩？小郎中，快给我爹看看！温之允伸出把脉的3根手指落在赵老伯的手腕上，他用尽所学，倾听脉象，并在心底回忆爹爹教学的点点滴滴。虚弱无力，3轻1重，可有分辨瞧2眼。此后，江生、方浩、郑如谦全都退出2里地。郎中不好的，还要看别人拉的屎。温之允却是面色不变，跟着赵大柱去看了2眼公头，点了点头。便带赤色脓血，是肠疾无差，肠疾也叫痢疾，一般体现为腹泻不止，严重者还能要命。小郎中，求求你救救我爹吧！温之允提笔写下药方：白芍3钱，当归2钱，黄连1钱半，木香1钱。小郎中怎么不写了？这方子里的药，一天就得吃掉100文钱，想要治好病，最低也要连吃7天。7天就是700文，对于一个铜板恨不得掰成2瓣花的庄户人家，算得上大额储蓄了。赵家人傻在当场，赵大柱痛哭失声，赵老伯则是认命的闭上眼。都怪你个老东西，非要吃那块肉，都说放坏了，还要吃，结果命都吃没了。爹啊，爹啊！我有个偏方，但没有亲自使用过，你们不想花钱就试试。取蒜头切成细末，加白糖搅拌均匀，早晚饭前吞服，连用7到10天。蒜头不值钱，白糖虽然贵了点，但家里也有。温之允见状，背着药箱站起身。小郎中，若是我爹有身子不适，我还去找你。我就在村口破庙里。赵大柱感激不尽，塞了5文钱在他手里。庄户人家持平，能给出5文已是不错。江生掂了掂5个铜板，又回了赵大柱3文。大狗哥，我们出诊只要2文钱，照样另算。赵大柱感激不尽，离老远了还在挥手。5文钱出诊也不算贵，为什么要还回去3文？笨大2哥，4哥才刚出诊，当然要足够便宜，他们才会放心。我勒个豆！遇到了些相熟的村里人，免不了要打招呼。我们是去给赵伯伯治病啦，赵伯伯生病啦，我哥哥会治病，他可厉害了呢。郑如谦眼尖，看见他们零零碎碎抱着一些菌子，应该是从山脚下刚回来。江生，村里人采那一点菌子做什么的？攒着晒成干货，来年再售卖。
张姑姑家里就是这样的。可是干货没有新鲜的山货受欢迎呀。大家也知道啊，但是每天才采几个蘑菇，就是想卖新鲜的，不够一顿也没人买。假如我们把大家手里的蘑菇凑到一起，再拿出去售卖，不就够卖了？我们赚到钱再分给大家。不对，人家凭什么把东西给我们？等我们卖出去了再给钱，这样大家肯定不愿意。只能我们先把他们的山货买下来，再卖出去，一买一卖，利润就出来了。二哥，那你能保证卖的钱高于买入的钱吗？郑如谦想说不能保证，可想到几个哥哥弟弟们，会抄书的抄书，会治病的治病，会功夫的会功夫，只有自己是个笨蛋小废物。这一刻就是有千般畏惧，郑如谦也只能咬牙点头。每当冬天来临，山里的菌子就会越来越少，村民们就会在那晒晒太阳，多来年再说。郑如谦却从中发现了可以赚钱的商机。叔叔，我们想买你家的菌子。买菌子？你们有钱买菌子？你就是一个小乞丐，一直在村里乞讨翻垃圾为生，村里人谁不知道？你要是有钱，我倒立吃屎。不用叔叔吃屎，我要是证明我有钱收菌子，叔叔就把你家的菌子免费送给我，怎么样？行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各位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这是我远方表哥，家里做生意的，听说咱们村里有菌子，特上门来收，也是靠着我的关系才来咱们村里。大家家里有菌子的都可以拿来卖给我表哥。10几颗菌子在家里吃不够一顿，卖又不值得跑一趟，留着还得晒干，有个小呆瓜来收，不如干脆就卖了。说罢，看热闹的村民都回去把家里的菌子取来，卖给了小江生。张三看到小江生真的有钱收菌子，心虚的把门关上了，企图耍赖。叔叔，您是不打算履行赌约了吗？您连我一个小乞丐都要欺负吗？这张三做人也太差劲了，连小孩都欺负。张三，愿赌服输，快把菌子给人家孩子吧，几个菌子也值不了多少钱。就是，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人小江生都发善心没让你吃屎了。给你们。这张三做人真不行啊。小江生拉着郑如谦回到破庙，把菌菇铺开晾晒。你们花市价收回来这些菌子，再晾晒一番卖出去，即使价格不变，重量上也减少了。以前我在学堂偷听夫子讲课的时候，那个夫子说过物以稀为贵，以前菌子遍地都是，现在菌子去上门挨家挨户的收，早就从普通物件摇身一变成了金贵物件，所以我们卖贵一点也不过分吧。翌日一早，郑如谦和江生兄妹俩背着略微晾干的菌菇去了镇上。方恒不放心跟了过去，温之云有些畏惧见人，以照顾断腿的许墨为借口留在了破庙。到了市集，新鲜的菌菇果然被热情问价。可当江生把2文钱1斤的价格提升到了5文钱1斤，热情的姑姑大姨们就消失了。不就是点破菌子，居然敢卖5文钱1斤，疯了啦！我们是不是卖太高了？要不3文钱1斤算了。你想想收菌子时我们多难，又走了1个时辰才来到这市集上，就卖5文钱1斤。眼看着市集就要结束，来问菌子的人很多，但是真正买的却很少。卖5文钱是不是真的太贵了？要是一直卖不出去，我们就要亏本了。你们这菌子卖5文钱1斤，能便宜点不？伯伯全要吗？全要4文。全要了。小江生手脚麻利的称重打包。伯伯，一共9斤，36文。中年人没有废话，丢了36个铜板出来。伯伯，我们还有很多这样的菌子，你要吗？如果一样新鲜，我都要。新鲜，都是新鲜的。伯伯，如果不需要晒干，我们甚至可以当天送过来。我可以收，但不会再来镇子上。你们若是想做这桩生意，就送到县里的悠然居来。悠然居，听起来就很气派。二哥，我去过县里，你还是我在县里怡红院的后门捡到的，没听说过悠然居呀？难道是新开的？看了眼郑如谦，这个一直都傻乐呵的小孩子脸色突然莫名的凝重，显然是想起了些不愉快的回忆。二哥，你怕不怕去县里？怕不怕呀？我才不怕呢！倒手竟赚了16文，别说是个县里，就是刀山火海我都去。好，
我陪二哥一起去。方恒不明白去的县城怎么就跟上刀山下火海相提并论了，但看着两个笑得跟傻子似的兄妹，他还是忍不住翘了翘嘴角。虽然离开了繁华的风京，离开了富贵生活，但遇到他们好像也没那么糟糕了。三哥，我有事求你。在破庙旁挖一个大坑，先在土部封上一藤坚硬的石子，再放进去些狗屎和一些削尖的树枝，再丢进去一只刺猬，最后在坑的上层铺上一层枯树枝，这样一个陷阱就做好了。我勒个豆！周志强掉进去肯定得躺个半个月，这样他就不能再打张姑姑了。但是我们怎么才能让周志强过来呢？那个周伯伯看我不顺眼很久了，好几次要不是我机灵跑得快，早就挨打了。只要我过去引诱他肯定会追着我打。妹妹她以前过的究竟是什么苦日子？小江生甚至没来得及吐舌头做鬼脸，只探头，喝醉的周志强就骂骂咧咧。那不是老偷吃我们家东西的小贱种吗？没爹没娘的东西，吃了我家的，给我吐出来，吐出来！还敢跑？看老子不打死你，把你的腿打折，把你卖了！整个十里铺村都听到了一声哀嚎，石子扎脚，尖树枝刺破了肌肤，臭狗屎呼了一身。但最疼的还属那只蜷缩着的刺猬，差点把周志强砸成了筛子。谁他妈挖了个坑，害人啊！哎呦啊！哪来的刺猬？张姑姑闻声而来，看到当家的这个模样，吓得软倒在地。你这个贱婆娘，把我拉出来！快把老子拉出来！没用的东西，拉我啊！他好吃懒做，一身横肉，张姑姑却单薄如纸，身子一拽，差点没把自己摔进坑里。没用，没用！周志强骂骂咧咧着，被村里其他男人抬了出来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张姑姑像个受气小媳妇，唯唯诺诺的跟在身后。等到所有人都离开，小江在他身后齐刷刷歪着3个脑袋。许墨坐在褥子上，含笑看着一群弟妹。为什么他都这样了，还要打姑姑骂姑姑呢？难道真的要打断他的手脚吗？唉，书里讲过，问题要追根溯源。张姑姑挨打受骂，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周志强，那是谁？是张姑姑自己。她若是无法反抗，即使杀了周志强，将来还会有赵志强、李志强，无数个志强。作为整个十里铺村唯一对小江生释放善意的妇人，江生一直打从心底里敬爱张姑姑。在他心里，张姑姑就是母亲。他不知道张姑姑为什么一直苦苦忍耐，伤好了继续留下，任劳任怨。有一次，小江生实在忍耐不住，拉住张姑姑的衣袖：“姑姑，你为什么不走？他一直打你，他是坏人。”唉，姑姑不能走，姑姑放不下儿女，也无处可去。从那以后，小江生就知道了，嫁出去的姑娘是没有家的。只是张姑姑能忍耐下来，小江生却心疼她，因此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。可是没想到，周志强不能动了，却依然在欺负张姑姑。太过懦弱的人，嫁给谁都会受气，因为懦弱可以无限激发放大对方的恶劣与放肆。只有自己强大、聪慧、果决，遇到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游刃有余，熟练应对。小江生好像不明白，但又好像明白了。那周伯伯这样欺负张姑姑就没有惩罚吗？二哥，今天不用背卷子了。不背怎么送县里去？难道在地上拖着走？你坐了驴车，这得多少钱啊？今天赚的钱恐怕都要砸进去。我不是租的，不是租的。那2个原来打算给郎中大夫的金豆子，我给四哥不愿意收，让我支派去县里走路4个时辰，已经很累了。二哥还要背着这么重的卷子，太辛苦了。租牛车久了也不划算，倒不如咬咬牙买一辆驴车。老驴的价格是2两银子，平板车便宜，只要300个铜板。以后我们也是有驴车的人了。我勒个豆！到达斜阳县城，兄妹几人问了几个路人，才找到了这家据说是封京大户人家开到县里的分店。听到江生是来送君子的，小二哥扭头就把掌柜叫了出来。我道是谁？原来是送君子的2位小友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掌柜的，
你要的卷子我们给你送来了。咱们之前的约定，掌柜可还认？你这小娃自然是算数的，4文钱一斤，送多少要多少。一旁候着的小二哥就上前，从郑如谦手里接过包袱和背篓，去灶房称重。没多久，小二哥称重回来。掌柜的，一共22斤。4文钱一斤，22斤就是28文钱。掌柜的取出铜钱，一分不少，一分不多，交到江生手里。那我们就隔3、5天给掌柜的送卷子，量恐怕无法保证，只能尽量都为掌柜的多收一点。真是个小人精。我们悠然居是个大店，全国各地都有分铺，你有菌子只管送来，还没有我们悠然居吃不下的量。小江生彻底放心，满意的跟掌柜告别，拉起2位哥哥往外走。我们去药店买几味药，前几天给周家用完了。方恒早就打听到了药店方向，这回直接驱车过去。37要2两，决明子要2两，这个也要2两。小江生揉揉眼睛，如果他没看错，那上面写着5文1两、10文1两以及8文1两。四哥，别买太多，这个也来2两。小二哥麻利的抓药打包算账，生怕他们后悔。一共50文。小妹，你别担心，以后这些钱都会赚回来的。这些都是治急症的药，耽搁不起路程。从村里到县里，即便是赶驴车，也要1个时辰，来回就是2个时辰，可能要到了，人也没了。小江生表示理解，但依旧心疼。这50文钱，我一定翻倍赚回来。几倍？起码4倍，疑难杂症8倍也翻的。买药花了50文，4倍是200文，8倍是400文。我勒个豆！那这可真不少。我支持四哥买药，多少都买。下一步去哪里？去市场买点肉菜。没多大会，菜市场到了。伯伯，来2斤猪肉，要肥肥的。好嘞，2斤高高的，20文。镇子上1斤肉只要8文钱，县里居然要10文，唉，可已经割下来了，也不能退，只能硬着头皮付钱了。镇子上1文钱2斤的青菜，在县里居然也要2文钱1斤，小江生不敢买了，挨着2斤猪肉从市场头逛到市场尾，终于确认县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要比镇里贵。小妹怎么只买了这点东西？东西都太贵了，所有的东西都比镇子上贵，在这里买还不如去镇子上买。镇子上很便宜吗？便宜的话能运到县里来卖吗？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们可以对比一下镇里和县里市场的区别。县里的市集规整有序，每户占地大小相同，听卖肉的伯伯跟别人唠嗑，这位置是固定的，每个月还得交几10元租金。还以为除了菌子，能再收点肉菜来县里卖呢。倒也未必。在市场里卖东西需要租金，给人送菜却未必。这么说来，只要我们有其他的菜，只要价格足够合适，掌柜的也会要。这驴车可真是买的太对了，以后得常来县里。对，常来。县里的菜太贵，我们回这里买吧。咱们还有棉衣要买呢。县里的菜都那么贵，棉衣肯定也更贵，不如回这里买。小妹，大哥现在要教给你第一个道理，那就是眼见为实。人这一生能够汲取的知识有限，许多事情都会超出个人认知，不能因为自己不了解就否定一切。小妹，你去看看，县里的棉衣真的比镇里要贵吗？方恒适时地将马车停在成衣店门口。小江生抿着嘴进店，默问了几件价格后，愣在当场。县里的成衣真的没比镇子上贵多少，反而款式更多更好看。县城里好看的衣裳跟镇子上的丑衣裳价格差不多，那反过来，县里的丑衣裳会不会便宜些？小江生去角落里摸了几件灰扑扑的袄子，一问价格，果然比镇子上每件要便宜5、6文钱。他高兴极了，伸手买了20件棉衣，又央的店家每件给他再便宜2、3文钱。算下来，在镇子里要20文一件的棉袄，在县里只需要12文就拿下了。江生，你疯了！你买这么多棉袄做什么？卖钱，这是大哥教的。
你们放心，一定能赚到钱。又过了1刻钟，他们终于回到村口破庙。可刚一推开门，就看见了凌乱的破庙，被翻开的被褥，已经明显缺少的锅碗瓢盆。我们都不在家，家里进贼了！我勒个豆！这是怎么了？是谁干的？是谁？你们可曾得罪过什么人？应该不是村里人，他们还要指望小厮看病。那还能是谁？刚遇见老三那会，不是有个抢咱们钱，还让老三教训一顿。是他，只能是他。别人就算打砸破庙，也不会稀罕那些锅碗瓢盆。呸！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，咱们去把东西抢回来。走。就是这里，唐大山就住在这。别打别打，你们的东西还给你们，都还给你们。锅碗瓢盆都还在，棉衣也在，就是从医馆带来的2床被褥不见了。在隔壁，在隔壁。小江省冲出山洞，在旁边发现了个更小的山洞。进去以后才发现里头躺着几个小孩，一个个衣衫褴褛的躺在稻草上，正昏昏沉沉的睡着。这几个孩子跟着庞大山不会饿死吧？张生，你不会还要捡人回家吧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这企儿发烧了，要是不救治，恐出问题。四哥，你快过来！高烧，要是不退烧，1夜人就没了。年如送你们，这孩子归我了。马上开换汤药，小企儿的体温慢慢下降，又在烫头中烧人。我们不能再多留一个孩子了，等他退烧了，把他送走吧。送哪里去？送回庞大山那吗？庞大山虽然创立了丐帮，但并没有善待自己帮里的小兄弟，他只把自己摆到了帮主的地位，要求吃的穿的优先供给自己。把小企儿送回去，可能会被庞大山欺负跑，也可能会被欺负死。张生，这天下无父无母的孩子多了去了，你不可能每个都救下来。二哥，我跟你保证，就这一个了，他是最后一个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张生，这真的是最后一个了啊。第二天，小江生原本想去镇子上卖棉衣，但昨天舟车劳顿，哥哥们都累得不轻。他想了想，抱着棉衣去了村口。卖棉衣了，便宜卖，真少20文，我这里只要15文。江生，这是哪里捡的棉衣裳？刘大娘可别瞎讲，我这是从县里批回来的棉啊，干干净净的，还带着味儿来。新衣裳有新衣裳奇特的味道，这个没法作假。你这里真是15文，镇子上明明就卖20文，你为啥便宜5文？便宜是因为老板卖给我便宜，咱们都是邻里邻居的。我14文买来，卖你15文，大娘也给我赚1文钱嘛。哟呵，小姐儿都会做生意了，便宜点吧，14文我就要。从县里一共批了20件棉衣，留下6件我们自己穿，剩14件全都卖出去了，一件赚2文钱，今天赚了28文。小弟弟，你多大了？家在哪里？叫什么名字？不是弟弟，一看就比你大。不对，比我小，已经有4个哥哥了，我想要一个弟弟。可当小企儿站起来，真的比江生头出盆的头时，他又耷拉下嘴角。你起了烧，是妹妹救了你。五哥，是我们大家一起救了你。不知道你以前是谁，叫什么，但是在这里，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就好。我们是一群无父无母的孤儿，按照年龄排序，你若是愿意，就做我们的小五；若是不愿意，天大地大，也随你走。我只记得我叫常燕。我哥应该是烧失忆了，没关系，以后你还有我们。好啦，为了庆祝五哥的加入，我们今天中午吃肉。呆油，这谁家的小孩怎么这么倔啊？这是我哥哥。又是你哥哥，江生，你到底有多少个哥哥？
晌午啦，婶子吃饭了吗？找我有事。我听说你这里有14文的棉袄，还有吗？给我也来一件。今天没了，不过婶子要是想要，明天我给你捎点来。行，明儿我过来拿一件。送走张婶子，小江生兴奋的不行，恨不得把家里所有钱都掏出去批发棉衣。村里拢共有100口人家，能买棉衣的有几口？真要是批发100来件，恐怕会砸手里。那就去镇上卖。镇子上饱和了呢，可以去其他镇子上卖。我哥说的有道理，虽然其他镇子有了些，但我们有驴车。我哥真棒，我哥好聪明。就这些送幽兰居，是不是太少了？可是村里已经没有菌子了，只能等明天叔叔伯伯们再进山采摘。唉，不能收点别的吗？哦，对啊，只要有价格差异，什么不能倒腾啊？晚上，兄妹俩扛着一堆的豆角茄子回来。真的能卖出去吗？要是卖不出去，接下来不会吃上2个月的茄子豆角吧？应该能吧。小二哥哥，是我吗？宋菌菇啊。这是你们的。是啊，哥哥，掌柜在吗？我们想送点茄子豆角给店里。很快，掌柜的从外头进来。什么价格？上次菌菇价格就给走了，这次茄子豆角我们不能先给。掌柜的说说，能给什么价格？县里价格是1文钱1斤，你们要是给这个价格，我不如在县里直接买了。那掌柜的觉得什么价格能接受？1文钱2斤，你们肯定不乐意，那就2文钱3斤吧，相当于1文钱1斤半。4文钱5斤，比县里便宜，但掌柜的也要给我们赚点辛苦费。可以，4文钱5斤，称重一共95斤的茄子豆角，理应结账76文；4文钱1斤的菌菇，称重一共10斤，40文，合在一起就是116文。我信白，以后每2天给悠然居送一次时令菜，可行？行，一准给白掌柜送来。咱们可说好，若是有一次你们无故守约，合作就此作废。如果说卖菌子是小打小闹，那么这一刻他们是真的拿到了行商的入门券。只要认认真真给悠然居送菜，他们就再也饿不死了。掌柜的，他们年纪这么小，能承担起长期供菜的重任吗？有些人生于泥泞，长于尘埃，如果没人给个机会，也许他们永远无法绽放。但愿这2个小鬼头不会让我失望吧。我们拿这些钱去买棉衣，买多多的棉衣，这趟净赚了我10文，再倒腾一批棉衣，还能赚不少。没有了就是没有了，昨天有人上门，全都清空了，还能骗你们不成？灰扑扑的棉衣在县城里不好卖，否则也不会囤积那么多件，店家也不会爽快便宜卖给我们。那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知道我们在村口卖棉衣赚了钱，特意抢先把灰棉衣买空，让我们没有生意做，没有钱赚。到底是谁？哪个缺德货这样抢生意？几个小乞丐好不容易找到倒卖棉衣赚取饭钱的生意，谁知第2天这生意就被别人抢走了。这人抢了你的生意，你应该想想怎么做能把这个生意抢回来，最好让他一件都卖不出去，即使付出一些代价也值得。谢谢白伯伯。掌柜的，为什么要1次2次的帮他们？小小年纪就知道做生意赚钱，这本就是普通孩子不具备的能力与天赋。我既遇见，便顺手帮扶一把，结个善缘而已。至于将来成就如何，全靠他们自己。二哥，去成衣店。小江生进去半天，买了一堆花花绿绿的好看的彩色棉衣。彩色棉衣和灰色棉衣是一个价格吗？灰色棉衣12文一件，彩色棉衣14文一件。这彩色棉衣进价多14文了，不得卖18文？不卖18文，就卖14文。原价卖，岂不是白倒腾？小妹素来聪明，为什么会做这种亏本生意？正如千不解，好在没多久就到了村口。江生，有人抢你的生意，四哥陪你去讨个说法。我也去。不用，
做生意可没有先来后到，他们愿意卖就让他们卖，便宜嘛，谁都能卖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就好了。卖棉衣了，好看的花棉衣只要14文一件，真是14文，不讲价啊！喜欢哪件挑哪件。一边灰扑扑，一边光鲜亮丽，买哪个简直不言而喻。光天化日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想打你们。你要干啥？你抢了人家生意，人家又抢回去，你还能说啥？卖不出去是咱没本事，可不能打人。这可是咱的全部家当了，卖不出去，今年过年就得喝西北风。那你卖啊！你打人家孩子干啥？抢了人家生意还要打人家孩子，我咋嫁了你这么个东西？你太坏了你！原本想投机倒把赚个钱，现在倒好，连过年的钱都没有了。11文一件，我们可以全部买走。我们明天会继续卖灰棉袄，12文进，12文卖。你想卖出去就只能11文卖，那与其卖给别人，不如卖给我们。我们同意。没几天，灰棉袄和花棉袄都清空了。小江生没有高瞻远瞩，也不懂规划未来，但他偷听学堂的夫子讲过，人这一辈子想要出人头地，最稳妥的方式就是读书科考。大哥的才学好，每回我们往书店里送抄书，那书店老板都要夸赞2句，说书上的字好看，有风骨又不失倜傥，必定是个有包袱之人。既然大哥有这方面的才华，就得往这方面发展，不能白白浪费。虽然上学堂的钱贵了些，但家里这段时间也赚攒了几百文，加上买车剩下的700文钱，应该够了。不行，我是大哥，怎么能拿弟弟妹妹们的血汗钱上学？那大哥就打算一辈子这样下去，不再读书吗？我会抄书赚够学费，再去上学的。那不就得了？你一天抄2文钱，当攒够费用，胡子都白了。我们先把钱借给你上学，等你当大官了以后再还给我们不就行了？就是，我早就听人说了，背靠大树好乘凉，将来我们官商结合，嘿嘿嘿。能够勇敢拒绝的人很多，但把善意牢牢记住，勇敢接受的人却很少。一个抄书匠的庇护跟官老爷的庇护可不一样。好吧，我去上学。兄妹6个一边走一边打听，终于在城西的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整个县里最便宜的私塾，1两银子一年。夫子哥哥，咱们学堂这几年可出过秀才老爷。岂止秀才，举人老爷都出过。虽然咱们学堂费用便宜，但那是创始人为了惠及寒门学子故意定的，不代表咱们学堂教学不好。明儿便来上课吧，记得备好笔墨纸砚。夫子就等着吧，明天且定来。棉袄的市场几近饱和，得换个生意做了。再敢击鼓鸣冤，就把你的腿打断。是张启全。这是哪里？村口。你们救了我，多谢。我当初那么对你们，你们还救我，我不是个东西，我连小孩子都不如，我枉活20几年。你因何得罪官府？那新上任的县令可是不好惹的。岂止是不好惹，简直目无王法。前有许县令爱民如子，却要被他栽赃陷害，残忍谋杀；后有温郎中兢兢业业，就因为不肯为他的爱妾治病，就要被他找借口生生打死。而我一个普通平民老百姓，只想在县城偏僻角落里贩卖些皮毛骨肉，竟要被他们如数抢走，还要暴打一顿。没想到阿爹居然是因为拒绝为一个气势看诊，就失去了性命。我不服气，去县衙击鼓，却落得这样结局。这就是父母官，这就是斜阳县的青天大老爷，有他们在，斜阳县真是蓬荜生辉，三生有幸。我知道你很惨，但县里有规矩，不能私下里售卖。想做生意就去菜场，在自己的摊位上做生意，光明正大，不比偷偷摸摸卖东西强。摊位费也不贵，1个月最多10几20文钱，你家不至于交不出来。10几20文钱，那是许县令定的价格，现在市场的摊位费是200文。没想到父母只是过去几个月，县里就发生了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多谢你们，恩情来日偿还，我要回家了。你说卖皮毛骨肉是指羊肉？是去山里打的野味，虽然过程凶险，但皮毛骨肉能卖出不错的价格。如果不是被衙役捉到，我也许应该攒够过年的钱了吧。
等等，你可以教我打野位吗？我虽然有功夫，但没有打猎经验。明天我在村口等你。许墨停止摇摆，走到破庙门口，望着太阳升起的方向，他想明白了。现在他不仅要去上学，更要努力科举，他要考秀才，他要做举人老爷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好官，那就让他许墨来做这个好官。这一等就是大半个月，也未没等来，他们等来了寒冬。原本泛滥的茄子豆角陡然紧俏，正如谦走遍全村，2天也只收了小半车。正如谦坐在破庙门口发呆，担心失约悠然居，白掌柜会终止他们的合作。老三呢？快，山上来了个大家伙！三哥，有大老虎！真的是大老虎吗？张生这个笨蛋传错了，是大家伙，不是大老虎。还不确定是什么呢？走吧，先去看看。是老虎，嘿嘿嘿，应该是个刚成年的老虎，出来觅食掉进了洞里。我在洞底放了削尖的树枝，足以将它的身体洞穿。抬出来吧。张启全做了几年猎户，不光学会做陷阱，最重要的还是剥皮分解动物肢体羽毛法。看好了，怎么剥皮剔骨的？只见那黝黑的尖刀来回一划，虎皮就与虎肉分离，虎骨也轻巧断裂，就连内脏都一划即开。成了，虎皮晾晒处理好，能卖至少20两银子。晚上加餐吧。三哥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你居然要吃虎肉，这是老虎肉哀。打猎不就是为了吃肉吗？虎肉多值钱呀！1斤虎肉的市场价是30文，而1斤猪肉只需要5到8文钱。把虎肉卖掉，能换好多猪肉吃嘞。现在最关键的是怎样把这些皮毛与肉卖出去。在乡镇能卖，但买得起的人少。去县里，不管卖出与否，就得先交200文摊位费。要不趁着夜色藏在菜下，我们问问白掌柜吧。趁着夜色去问，即使他们不要，也能偷偷运送回来。为今之计，只能如此了。一行人趁着夜色直奔县城。小江生怎么大晚上过来了？可是想进悠然居吃2口饭。白伯伯，您店里的饭无可吃不起，我是来给您送菜的。大晚上送菜，把菜抬进来吧。我的天，这是老虎肉！白伯伯真是好眼力，这可是今天刚猎到的，一包好肉就赶紧给白伯伯送来了。就是不知道悠然居要不要，要是不要的话，要，当然要，就按照市价30文1斤，有多少要多少。他招手，叫上次的小二哥去称重。一共246斤的虎肉，折算7两银子，零380个铜板，不知可是要跟菜算在一起？不算一起，这虎肉的钱有张叔叔一半，菜钱是我们自己的，可不能搞混了。郑如谦带着机会，趁机上前，把收不到菜的事情简单说了下。冬季新鲜的菜确实少，你以后半个月送一车就行了，不算破坏约定。小江生，你们有这虎肉，那虎鞭虎皮去哪里了？若是没有被人预定，明日里也给我送来吧。悠然居不收，但我想收。掌柜的，你收这虎皮还能做个皮椅，要虎鞭做甚？夫人不都去了好几年了吗？不是我用，是少爷过几天要来巡查生意，我想着他会喜欢。孩子们头一次赚到那么多钱，都很高兴，很快乐。只有张启全深深地皱起眉头，不安感始终环绕在他心头。回家草草休息一夜后，张启全便急忙赶到破庙，催促几个孩子早点把虎皮与虎鞭送过去。藏着虎皮的驴车前脚刚走，后脚就来了个衙役。大人，就是这里，地上还有血迹，肯定是有猎物，错不了。有事吗？听说你们昨儿猎到了虎，虎在哪里？赶紧交出来，否则跟你们没完。没有的事。哼，有没有？细所便知。不在，难道一去卖了？不好，他们追去县里了，我们得通知哥哥们。都到这了，总不能再出什么幺蛾子吧？不许动！在县城私自贩卖猎物，是不要命了吗？江生，放下猎物，把东西放下，交出来。县里不允许私自贩卖猎物，要么把东西交出来，要么跟我去县衙走一趟。这位官爷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这位小友乃是与我悠然居有合作，并非私下里贩卖物品，还望2位官爷海涵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哼，我们江家特聘的掌柜，怎么在你这都不算个东西？那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大少爷，您怎么来这么快？哼，
你是这斜阳县县令的哪条狗，竟对我江家的掌柜指手画脚？是京城江家没了名号，还是斜阳县县令看不惯我江家？小人知错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竟不知悠然居是江家产业，小的知错了，求大少爷饶命。他虽没有5个五官精致，但他的衣服和鞋子好漂亮啊！要是我也有一个这样富贵的哥哥就好了，这样别人就不敢欺负我们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悠然居门口的风波停息，衙役被庞大山扶着离去。白掌柜，这是哪里来的小乞儿？生得还挺面善，似是哪里见过？是给店里送东西的小孩。大少爷千里奔波，一来就看到这些场景，实属不该。无妨，我也是替祖母过来看上两眼，竟遇上这不长眼的东西，仗着官家身份欺负咱们悠然居。白掌柜，你且记得，以后再有人不长眼来悠然居闹事，便让人写信去京城，本公子一定会亲自来处理这些宵小杂碎。大少爷进包房休息吧，我有好东西要给你。白掌柜收到了什么好东西？这样迫不及待，本公子都忍不住好奇了。白掌柜凑在他耳边，小声嘀咕了句：“白掌柜，本公子过了年才13岁。”江家很厉害吗？江家你不知道吗？京城世家出了好几个将军，在战场上战无不胜。幽兰居就是江家的产业，开遍了整个大禹王朝。像咱们县里的幽兰居，那都是最小规格的，京城比这大地多得多得多。据说可容纳1000人同时用餐。哇！小江生，过来，你瞎乐什么呢？就是小江生，你刚才很开心嘛？你很喜欢江城江家大少爷。怎么可能的？他怎么能跟2位哥哥比呢？虽然他衣裳好看，鞋子好看，荷包也好看，但跟我2位哥哥比，还是差远了。都怪自己太穷了。我要是跟那位江家少爷一样有钱，妹妹一定不会盯着别人死命瞧。几个人又等了会，白掌柜终于想起他们，亲自拿了50两送过来。以后掠到什么，尽管送到悠然居来。多谢掌柜的，也多谢江少爷。等他们走远了，小二哥又开始多嘴。掌柜的又帮小江生了呢，您老对他可真好。小江生生地面善，也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。白掌柜转身回包房，看到饮酒吃菜的江家少爷的侧脸，忽然脚步一顿。你怎么觉得小江生的面善是因为跟大少爷有几分相似呢？已经3天了，还是一颗菜都没收到。是不是天冷大家都没菜吃，就更没法卖你了？不可能，虽然茄子豆角没了，但白菜萝卜可不缺，前几天还能收到，怎么突然就什么都没了？二哥不妨说说，是从哪天开始收不到菜的？从卖虎皮的第2天。是卖虎皮那天，我们得罪了一个衙役。不会吧，我跟乡亲们收了那么久的菜，他们应该不会这么做。会不会一试便知？小江生找了个相熟的乞丐，塞给他2文钱，叫他去村里收点白菜。没多大会，小乞儿抱着2颗白菜破庙。没想到这几个月婶子大娘喊得那么亲热，到头来抵不过别人2句话。明明有菜却不卖给我，10天之后我拿什么送给悠然居呀？二哥别难过，我们可以去做别的生意，我们还能练老虎呢，练老虎赚的可多了。是挺多的，但是多少天才能遇到一个老虎？若是遇不到，我们岂不是要被饿死？况且这生意本来好好的啊。江生，你们难过啥嘞？是要不着饭了吗？这里要不着，就不能去别的地方要吗？对啊，这个村子收不到菜，那就去其他村子收，总能收到足够的菜。我去，现在就去。就这样，郑如谦和方恒一连消失了7、8天，眼瞅着整个镇子上都挂起了过年的浓郁氛围，只有破庙整日平静到有些惨淡。小江生真诚地对着佛祖许愿，只要哥哥们全虚全意地回来，他就别无奢求。这一次，佛祖显灵了，离开了足足10天的方恒郑如谦，在一个傍晚，载着满车的货物缓缓归来。乡
真香，还是家里的饭香。二哥、三哥回来了，你们怎么才回来？你们怎么瘦了呀？哎呦啊！江生，小江生，妹妹，好妹妹，别扯我耳朵，有话好好说呀。哼，谁跟你好好说？你跟我好好说了吗？拐着三个，突然就跑出去，突然就消失10天，再不回来，我就以为你们死外面了。还有达哥，每天都坐在一堆菜里颠簸着上下学不说，我还花了20文呢，你赔我20文钱，赔我。给你，不光给你20文，200文，2000文都给你。哼！老二老三，这事是你们不对，连说都不说一声就消失10天，你们可知这10天大家有多担心你们？我们这10日光赶路就用了8日，剩下2日就在云水县来回收菜。好在不负所望，我收了满一车的菜。第二天，郑如谦和方恒休息过来，把这满一车菜送到了悠然居。在这样严寒的天气，能够买到茄子辣椒，对一个酒楼来说是何等欣喜。白掌柜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出了秋天的3倍价格，将一整车菜购买下来。走时带了2两银子，除去吃喝与礼物，大概收了1两半银的蔬菜，送到悠然居，一共卖了5两的银出来。哇！如果能够把吃喝的钱给省掉，就是整3倍的利润，比在咸阳县本地收菜送菜赚的还要多。糖葫芦，2文钱一串喽。张生，想吃就买，我们有钱了。来6串。唐大山，你跟踪我们做什么？我不是来找你们麻烦的，我是来提醒你们的啊！那个高衙役他想对付你们，我是好心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！不信狗改不了吃屎，谁知道你嘴里的是真话，还是另一个陷阱？上次的确是我想报复你们，也是我带高衙役去破庙的，但是江家大少爷突然杀出来，惹辱了高衙役，他很不高兴，差人打了我一顿，说我办事不力，明明是他畏惧江家，反过来怪我头上，真不是个东西。今天正好在街上看见你们，就想把事情如实说出来，那个高衙役既恨上你们了，一定会再针对你们的。俗话说林不与官斗，更何况我们还是一群小孩子，刚刚赚了点小钱，拿什么跟县衙的衙役斗呢？谢谢你，唐大山哥哥，你在这等等我。小江生飞快地跑去买了3根糖葫芦，交到庞大山手里。刚才他就发现了，庞大山虽然在讲话，但眼神瞟了好几次5哥手里的糖葫芦。身为其儿，小江生可太懂了。鬼知道他是不是联合高衙役，想再坑我们一次。对，就算高衙役打了他，我们也打过他，庞大山凭什么要对我们示好？我看未必。除夕夜为了顺理成章邀请庞大山来过年，郑如谦还特意把破庙的一个破瓦片打下来，然后找到庞大山，让他帮忙换个新瓦。庞大山满口答应。哇，大山哥哥好厉害！都是小事罢了。听说镇上的牛员外是巨资从安水郡购了一批烟花，快去看看，一会没了。遗憾的是，牛员外财力有限，这烟花只放了几10个呼吸就消失不见。若是我有钱了，一定放上半个时辰，放一天，从早放到晚。白日焰火是看不见的。庞大山没有在破庙逗留太久，12点一过便离去。五哥，这样真的能打动庞大山，让他倒戈咱们吗？
会的，越是乞儿，越渴望温情，也越舍不得破坏温情。晚上快要入睡时，许墨在几个人睡觉的稻草缝隙摸到了一根金耳坠。他什么时候放进去的？放个金耳坠做什么？如果县令夫人的东西丢了，高衙役追小贼，追到十里铺村，又在破庙里找到物证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把这金耳钉扔出去吗？不扔，这金子先收着，我们只要守株待兔就行了。庞大山动作挺快，年还没过完，不过初6就领着人赶来了破庙。这便是小贼出现的地方。是这里，说不定小贼就藏这。搜。敢问各位大人，可有搜查令？大禹王朝有法律法规，搜查民户必须有搜查令，倘若没有，便是擅闯民宅。县令夫人的东西丢了，我们奉命追查小贼，已经知道这里，没有不查的道理。既然已经知晓了他们的阴谋，再阻拦也没有意义，不如看着他们演到底。就这样，6个孩子全都站在破庙门口，冷眼看着高衙役等人将破庙翻了个底朝天。可衙役们什么都没找到。不对啊，东西呢？大人希望在我们这找到什么东西？如今整个破庙都被翻过来一半了，大人也没有找到，是不是证明大人猜错了？又或者大人就是私闯民宅，扰民清静？切！民宅？你这里是民宅，不过是一间破庙罢了。切！既然这片土地治不了他，那就换一片土地。五哥，我们真的要和高衙役对抗吗？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？若我们不反击，迎接我们的就会是接踵而至的麻烦事，倒不如一下解决了制造麻烦的人。第2天，兄妹几人就开始实施对付高衙役的计策。刚出斜阳县，郑如谦就发现有辆马车不紧不慢地跟在他后头。郑如谦扭头，在马车上瞧见了3个人，一个是高衙役，一个不认识，剩下一个是庞大山。趁着2辆车并排的时候，衙役突然从马车跳到了驴车上。怎么收拾他？这几个小兔崽子的腿快得很，所以把他的腿给我打断了。庞大山，你疯了？你干什么你？找死！不要在这个时候。大人放过他吧，放过他吧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打断腿以后就完了，放过他吧。哼！我呸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老子的狗而已，跟你说2句话，把自己当人了，还敢阻拦我吗？那就先把你打死！哼！躲在暗处的方恒再也忍不住，拔出长棍冲上前，尽毕生所学，只把2个人打得嗷嗷乱叫，毫无还手能力。他已经做了反派，为什么还要在关键时候来上这出？用最蠢的方式，在最不合适的时候反水。那我们该怎么处置庞大山呢？抬上马车吧，小四先帮他接骨。温之允应声，坐进马车，为庞大山处理伤口。在斜阳县，高衙役可以仗着是县令的小舅子为所欲为，但不在斜阳县，在另一个以公平清廉著称的云水县里就不一样了。走吧，去云水县。在云水县县衙，郑如谦磕头跪地，将自己被拦路打劫，甚至遭到殴打一事含泪道来。这人是斜阳县的衙役，仗着身份欺压草民已久，还在2县之间抢劫草民，草民苦于无奈，只能状告到云水县县衙，还望青天大老爷还草民一份安宁。云水县的县令最是嫉恶如仇，尤其厌烦那些仗势欺人的官差。你既进了云水县，本县令就要把这件事管到底。来人啊！没人肯说实话，那就先打上200大板。什么时候交代，什么时候停下。大人饶命，小的知错了，小的愿意改正。既然认罪，就把实情道来。胆小的衙役把几个小孩因为没有上交虎皮虎鞭得罪了高衙役，高衙役心底有火，不敢惹怒江家，不敢触碰悠然居，只能盯上几个小孩的事如实道来。大人，我们不曾谋财害命，我们就是想吓唬几个小孩，求大人饶命，饶命啊！好一张巧嘴，把伤财生命的大事化成了威胁恐吓的小事。许墨冷哼一声，把庞大山推了出来。等庞大山哭诉完，连云水县旁听的百姓都忍不住哀叹：可怜这半大孩子。你看看，哎呦，我太可怜了呀！又投水又加刀的。
吓唬人就打成这样，要是谋财害命，岂不是要杀人放火、解剖分尸？根据大禹王朝律法，谋财害命未遂如何惩处？少则5年，多则10年。那好，人证物证确凿，凶犯也已承认，来人画押，将2位凶犯押入大牢，为期7年，方可离狱。滚开！我是斜阳县的人，你们没资格抓我。我姐夫是斜阳县县令，你们敢碰我，我姐夫饶不了你们。让他来，本官要是怕他，本官把头给他。来人，退堂。高衙役与斜阳县令有这般关系，恐怕不会轻饶我们。怕什么？我们也有人护着呀。谁啊？嘿嘿嘿，你猜？你们是何人？怎么我们前脚才出了大堂，后脚就要来灭口？可不能乱说，县令大人待民如子，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我们今日来是奉大人命令，清扫斜阳县境内所有寺庙，重新修缮供奉，与这定无关。寺庙本无主，江生才能在这里一住3年，但那是官府不管的时候。一旦官府决定重新修缮供奉，寺庙就是官府的，是大禹王朝的。二哥给你买新的房子，我们会有自己的家。江生不难过，不哭，正好我也想带你们搬走了。从破庙到县里，单程就得1个多时辰，每天浪费2、3个时辰在赶路上，显然是一件不划算的事。或许我们可以在县里定居，更方便老二运菜，也方便我上学。大哥你定，家里的钱不是我一个人挣的，每个人都有贡献过努力，每个人也都有使用的权利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在县里租个房子吧。这斜阳县此刻驱逐我们，将来就得挽留我们。你是说这个院子要10两银子1年？10两银子我都能在村里盖一套了。你在县里盖一个试试，别说是这是个大院，就是城西巷子里最便宜的小胡同，也得20两这一间呢。郑如谦发挥嘴皮子，跟衙人商量，来回反复的磨，总算磨掉2两银子，交了1年的租金，又押2两银子当押金，并签字画押以后，这套4间房的大院就是他们的。没想到还是花了10两银子。我很喜欢这里，8两银子太贵了，以后要多赚点，把这8两银子赚回来。这事儿交给我了。江生的心结终于完全消散，每天坐在梅花树下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有庞县令在，斜阳县令不敢无故对我们下手，但他也不会放过我们，接下来恐怕阴招不断。庞县令只能威慑一时，说到底还是得我们自己强大。夫子说，这2日县试结果就要出来了。虽然只是一个县试，但能在全县拿到优异的名次，也会是不小的助力。到了放榜日，哥几个的心全都拎起来，连觉都没睡好。一大早，江生还在昏睡，他们就冲到贡院门口的匾牌上，踮着脚尖在进榜的名单里寻找。几人找了半天都没有在进榜里找到许墨的名字。肯定是这老东西插手了，他使坏了。大哥那么努力，怎么可能落榜？二哥、三哥，要不先回家看看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、5哥，你们去哪儿了？我在家睡得正香呢，突然有人上门来报喜，就是他们。郑如谦眼明心亮，掏出1两银子冲过去塞给他们，一群人才心满意足地走了。所谓按手，就是第1名，因为足够特殊，所以不需要出现在进榜上，而是直接送到家。许墨微不可察地松了口气，他没有对不起弟弟妹妹的供养，也没有对不起爹娘的期盼。太好了，有这个按手在，那老东西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猴小子，平日里就觉得你优秀，没想到竟优秀如斯。这个按手一拿，咱们学堂都跟着有光。多亏钱夫子悉心教导。你虽得了按手，却不要骄傲，这毕竟只是县试，后头还要过5关斩6将呢。我这趟来也是想跟你说一说4月的府试，以你现按手的水平，应是能过。但若是能再钻研2年，一举拿下府按手，对你来说注意更多。其实你不必担心太多，学院一定会保护好学生，尤其是你这么优秀的学生。这几乎是在告诉许墨，不用再畏惧斜阳县令。那学院也会保护我的弟妹吗？许墨懂了，这是只保自己，不保弟妹，那有什么用呢？
夫子不必规劝，许墨的前途，许墨自己会承担；许墨的弟妹，许墨也会自己护。好，那你准备4月的服饰，学院还是会尽可能帮助你的。6个无父无母的小乞丐，不仅自力更生养活自己，大哥还一举拿下县按手、府按手，成为秀才。二哥的生意也越做越大，渐渐有了镇员外的名声。二哥征兵入伍，去了北方。四哥开了属于自己的医馆，每个人都奋斗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。而小江生的身世也渐渐有了眉目。老夫人怎么来悠然居了？是想要用饭，还是散散心？之前让你们给王朝内悠然居送的消息怎么样了？那孩子可找到了？这个应该是没有。老夫人的面色沉了下来。老夫人息怒，老奴知错。老奴有给所有悠然居送消息，让他们寻找小姐，但并没有消息传来。见过祖母。嫡亲妹妹尚且踪影全无，你却躲在悠然居的包房里安慰这个假货。江承院，你就是这样为人兄长的吗？祖母，承欢好歹也是家里教养了10几年的姑娘，哪怕不是嫡亲血脉，这10几年的亲情就作假了吗？祖母，您不要送走承欢，我也尽力去找妹妹。我们江家就当有2个女儿，公平公正疼爱，不好吗？嫡亲的2位子女尚且难以碗水端平，更何况2个这样身份的孩子？你总想着公平对待，但这个世上真的有公平吗？你认为我要赶走江承欢，所以不愿找嫡亲的妹妹，这难道就是公平了吗？你真的对你那素未谋面却血脉相同的嫡亲妹妹公平了吗？承院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但你不能太孝顺，你母亲的话也不能尽听。哥哥，莫要因为我一个没了血缘的妹妹跟祖母生气。这么多年，我跟母亲早就习惯了，祖母素来是不喜欢我们的。小江快，你怎么来悠然居了？是来送腊肠腊肉的吗？小江生圆溜溜的大眼睛才回头瞄上一眼，里头就传来了大掌柜的允敬声。他只能冲江承院露齿一笑，闪身进门准备商谈。真没想到，上次在九真坊没给小生姜捧场，他居然不记仇，还冲自己笑，真的是太好了。旁边的江承欢也是真真切切的看在眼里，内心涌出数不清的慌乱，本能让他拽住江承院的衣袖，再冷声接上一句：这般不知礼数的野丫头，怎么配进悠然居？三小姐，江姑娘的铺子跟悠然居有交易，此番是前来商谈新合作的。合作？悠然居家大业大，需要跟这种人合作生意吗？这话落在江承院的耳朵里，莫名觉得有些刺耳，有些不适。悠然居来往的可都是贵客，是封禁上等世家，若是让他们知道悠然居跟这等资人有合作，恐怕会造成口碑影响。按说我一个闺秀不该管这种事情，但悠然居总归是江家的产业，是江家祖辈的心血，我也不能看着心血被践踏。放你的狗屁！这位尊贵的封金世家闺秀，你10复年的教养就是张口闭口叫别人野丫头，称别人没教养，还是质疑别人做生意的能力。这种人是哪种人？这等子人又是什么人？你又是什么人？又犯得了什么东西？我呸！一番话夹枪带炮，喷地江承欢面色惨白，几步后退。这悠然居可是江家的产业。悠然居的东家这样瞧不起咱们小老百姓，生意不做也罢。江承欢气得险些避过气去。哥哥，这个人欺负我，他欺辱我。江承院这才从呆愣中回过神，下意识地护住妹妹，看向郑如谦。是你妹妹先欺负人的，我也是哥哥，我不能允许别人这样侮辱我的妹妹。你自己扪心自问，你要是我，会不会这样做？江承院呆愣愣地点了点头，觉得很有道理。江承欢的内心再次受到暴击，他捂着胸口，只觉得快要站立不稳。掌柜的，你多留些吃，多留些，别客气。你们这是也要吃板栗吗？吃啊，怎么不吃？我辛辛苦苦从河北郡运来的呢。大掌柜，我不允许悠然居和他们做生意，我不允许。三小姐，大公子，这是怎么了？我说我不允许悠然居跟他们做生意。主家的嫡女发话了，大掌柜也不敢反驳，只能唯唯诺诺地应着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江承院看看嫡亲的妹妹，又看看远走的小江快，他瞪着大圆眼，不明白怎么就闹到这种局面。那这饭还吃不吃？吃，怎么不吃？这可是咱家的酒楼。一场闹剧再次落幕，因为动静小，没惊扰到其他客人，只剩大掌柜唉声叹气。
还有机灵的小二哥看了看远去的江生，又看了眼上楼的江承院。他第三次觉得这位小姑娘的长相跟江夫人有点相似了。他凑到大掌柜身边，细声打探：“掌柜的，东家之前说让您老帮忙找的人到底是什么？”带我去江家吧。妹妹，我以后是不是见不到你了？我们有其他方式感谢江家，不一定要陪个大姑娘给他们。别去了，别去啊，小江生。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干嘛搞得那么感伤？江家难道吃孩子，进一个吃一个？张香莲顿时啼笑皆非，眼泪挂在脸上，擦也不是，落也不是。这就对了吗？放轻松，等我从江家长点见识，再分享给你们。小姑娘拍了拍胸脯，没敢回头，急匆匆的就坐上了江家的豪华大马车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何瑞乐停马车，小心提醒：“姑娘，江府到了。”何瑞上前敲门了，还是江家的那个门房，还是只开个门缝，还是压着声询问：“找谁呀？”“不找谁，就说江家嫡女回来了。”“姑娘回来了，姑娘回来了，姑娘回来了。”“姑娘回来了，姑娘出门了吗？”“姑娘没出门，自打前些阵子病了，一次门都没出过，连话也少了许多。”“这门房又发什么癫？我就是给姑娘来取验我的，我能确定姑娘一直在夫人跟前。”几人说着笑着走到直通大门的青石板路上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，就这样走了正门，打秋风就该走后门。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又不打咱们的秋风。回到主院，两个丫鬟还在嘀咕着方才那对打秋风的穷亲戚在说些什么悄悄话，这么高兴，讲给三小姐听听，就当解闷了。我们路过大门，发现来了对打秋风的穷亲戚，穿得破破烂烂，倒是吃得挺胖，估计没少打秋风，也不知道是哪个院的小可怜，这月银他都是被打走了。江夫人笑了笑没说话。还有门房也不知道发什么癫，扯着嗓子喊姑娘回来了。要是外头那打秋风的穿着富贵点，我们就被唬住了。是啊是啊，明明姑娘就在这坐着。同样收到消息的还有德仁院，也就是江老夫人所居住的院落。您慢点，您慢点，都来得及。江老夫人一言不发，大步前进。祖母，好孩子，回来啦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门房去通知两院，再让大厨房做上一桌好菜，晌午给姑娘接风洗尘。好嘞。门房大声应下，转身就跑。老夫人慢些，姑娘慢些，谭月姑娘慢些。辛苦你了，往后就跟着姑娘保护她吧。何瑞立即领命，激动得像挖了金子。江生突然发现，也才分别半个多时辰，他就有点想哥哥们，想张姑姑，想游历的郑如谦，想北疆的方恒了。可他在江家，没有哥哥们的江家。囡，祖母怎么啦？没什么，只是想叫你罢了。江生长松一口气，遮掩住茫然与无措。江老夫人指向距离最近的一处空院落，喜欢吗？给你准备的。何瑞特别有眼色，主动过去推开院落大门，粉白相间的花朵下竟然立着个秋千架，随风舒缓的晃动。想玩吗？江生的眼睛亮了，没有哪个女孩能够拒绝花树下的秋千架。就在小江生和哥哥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时，竟得知自己是将军府被调换的嫡女。此时大哥的会试榜首被世家方家顶替，福尹害怕得罪方家这个世家大族，不肯为许墨主持公道。小江生只得去求江家帮忙。江家为大哥在皇上面前挣来了重新考试的机会。小江生为了报答江家的帮忙，自愿回到江家。可当小江生回到江家，才发现母亲似乎并不欢迎自己回来。到现在大半个时辰了，两院的人都没动静吗？二爷忙着公务，大公子和二公子在国子监还没下学，二夫人带着四小姐去踏青了，三小姐烫伤了手，夫人刚叫过府。所以江家嫡女回府近一个时辰，竟没见到第二位江家人。好，不见就不见了吧，左右回府也不是为了他们。怎么不玩了？还没到饭点，再玩会吧。不了，玩一会就很开心啦。再说了，也不能把祖母晾晒一边，您年纪大了，得找个地方歇息，可不能老站着。好，那咱们去吃饭。老妇人，姑娘，还有几道炖菜火候没到，一会再给你们上。囡，来尝尝红焖的带皮羊肉。我听思清说你喜欢吃羊肉，一直都想给你送点，又怕扰了你的清静。
也别只吃这道，尝尝别的。这是爆炒的小嫩羊，卷了薄饼，再撒点薄脆，味道层次丰富。这是酸甜口的炸肉片，裹上点葱丝一起，这葱清甜不辣，放心吃。祖母你也吃呀，这么多东西，不吃都浪费了。不会浪费的，谭月也要吃的，大丫鬟小厮们都会分得几口。这也算是大户人家不成文的规矩，主子吃剩的东西由丫鬟小厮们分食。小江生的表情一下子屏住。姑娘这是舍不得了，咱们封京的世家就没人吃过剩饭，姑娘要是还想吃，让大厨房做就是了。不是这个，早知大户人家的丫鬟伙食不错，但是没想到连羊肉牛肉都能吃到。但凡我当初有个户籍，肯定卖身当丫鬟去了。江生兴高采烈，一扭头看见了眼眶通红的谭月和面色凝重的江老夫人。我现在挺好的，比丫鬟强多了。大哥已给我落了户籍，每天都能吃到肉，还能赚钱，甚至给别人发钱。江老夫人将他揽入怀中，狠狠地抱住。也是这一刻，他听到了祖母心脏的跳动，闻到了让人安心的味道。楠楠，我们楠楠独自长大，想必吃了不少苦，以后就跟祖母一起生活吧。吃过午饭，小江生便睡下了。这一睡就睡到了晚上。小江生醒来就听到外面有些吵闹的声音，这些声音好像来自最近的德仁院。小江生果断地奔过去。逝去的江老将军共有一嫡一庶两子，嫡子就是小江生的父亲江将军，目前在西北镇守边疆，其夫人子女携老夫人住在东院。庶子则是高高大大的文官江继宗，目前就职于翰林院，携子女夫人居住在西边。两院交集不算多，但一文一武，相辅相成，在封京奠定了江家超然的地位。平日里不见忙碌，偏偏就今儿一个人都不见，是诚心的还是故意的？血脉亲情在你们眼里算什么？是不是连擦肩而过的路人都比不上？整个院子里多少耳目消息，怎么今天就失灵了？还是你们瞧不上我老婆子找回来的人？这话有些重了，江家众人全都吓了一跳。江成风和江成苑尚且有些迷茫的对视。母亲息怒，今日着实是翰林院耽误了脚步，是而不对。只是母亲刚刚的意思是楠楠回来了。今天回来的。江继宗微微一笑，江成苑和江成风已经激动起来，江成瑜也跟着前后张望。在哪？人在哪里？可真正与江生血脉相连的江夫人，却只是沉默着站在原地，一言不发。廖氏，不问问你的女儿在哪里吗？当然是要问的。今日也是承欢烫了手，儿媳实在抽不出时间。那今晚是怎么抽出时间的？莫非是烫伤已经完好？自然是没有好的。承欢他身子虚弱，还请母亲允许儿媳带他回去休息，免得再生病痛。连江成苑都有些疑惑。母亲，承欢身子弱，可以先让丫鬟扶回去。今天江生回来，总得先给他接风洗尘才对。是啊，是啊。当然是要接风洗尘的，只是事情要有先有后。我先把承欢送回去，再给他接风洗尘也来得及。对对，夫人还要回去取给姑娘的见面礼呢。除了地契，我还有100两的金子，还有祖父给的刀。大哥，你脑子有问题，谁家见面礼送刀？送金子不如换套头面合适。三人嘀嘀咕咕，倒是热闹。角落里的江承欢傻呆呆盯着，心中凄楚与失落，却也只能在无人处红了眼眶。程月，程月，你且过来。一头雾水的大公子走了过来。最近我的嫁妆铺子出了些问题，你妹妹身子也不大好，需要的营养品都快买不起了，中馈素来都在你祖母手里，我竟是连个见面礼都拿不出了。那我把100两金子给母亲，把地契送给江生，就只给他。承欢也是你的妹妹，别忘了一视同仁是你的承诺。江承苑内心挣扎，他本身积蓄就不多，月银几乎都用在江承欢身上，这100两金子和地契还是祖父在世时给的私房，全都拿出去了，给小江生什么？总归都是做见面礼的，你给我给有什么区别？放心吧，待会再添些，就说是我们母子一起给的。话都说到这种地步了，江承苑也只能动身去取金子与地契。江廖是心满意足，难怪醒来没看见祖母和谭月，原来是在给我出气呢。其实也没必要的。小江生觉得自己并不在意江家的任何，他一向知足，有5个哥哥就够了。既然你不愿意认我这个母亲，我也不强迫你，这是你的见面礼。小江生叹息一声，他脖梗上戴着江成瑜送的璎珞，手腕上是二夫人给的金手镯，另一只手捏着暗含机关的银簪，怀中微露500两的银票的一角，而自己的亲生母亲只送了50两银子。江老夫人脸上溢满失望。地契去哪里了？母亲为什么会是50两银锭子？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利器你让我保管着的，待你成亲再交给新媳妇。母亲手头窘迫，你也知道，这50两还是陈欢停了不要生出来的。江澄苑已经说不出话了，连堂兄妹都拿出了金子，而他这个嫡兄与嫡母合起来才拿50两银子，愧疚席卷全身。江澄苑甚至不敢再去看小江快，他茫然无措地念叨着为什么，一步步离开德仁院，头也不回。谢谢江夫人，但是不要更重要，还是先喝着吧。你这是嫌弃少了。若是觉得二房给的多便是亲人，那你去认二房好了。说罢，扬长而去。祖母，江家是不是又弄错了？到底是11岁的小姑娘，怎么可能不期待母亲，不期待爱与关怀呢？一次错，岂能次次错？江家自有江家的能力，绝不可能再出现错认乌龙。祖母别误会，我没有难过，我就是不太明白。岂止是他，所有人都不太明白。第二天，天光刚大亮，小姑娘还在酣睡。江老夫人早早的起来，赶到江夫人的主院，见过母亲。母亲可是？母亲上来就打我，可曾想过我是将军的嫡妻？廖氏，我以为我们心照不宣，辛苦4年找回来的孩子，就算你没有偏疼偏爱，也得维持个表面功夫。身为亲生母亲，拿出50两纹银的见面礼，连叔婶、堂兄妹都不如，甚至还要克扣下兄长给妹妹的物神。廖氏，你要我说你什么好？那您呢？您有祖母的样子吗？您是怎么对待陈欢的？养了11年的姑娘，与亲生的有何异？你非要让别人知道她是养女，是假的。江家那么大，江家不缺钱，多一个女儿不好吗？多一个嫡女挡了谁的路？为什么要伤害她？就因为没有血缘。你可以为了嫡亲孙女伤害陈欢，我也可以将她视若无睹。更何况是她先不认我这个母亲在先，我哪错了？我哪里错了？江老夫人身形微晃，闭上双眼。我知道母亲性子厉害，无论多少虚与委蛇都能看出来，所以我不做面子功夫。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做不来也就是做不来。往后谁亏待我的陈欢，我便对谁不客气。廖氏，你在为陈欢愤愤不平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江生是你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？连江澄苑都知道弥补，知道一视同仁，知道2个都是妹妹。廖氏，你可有把2个都当作女儿？有些事情我不想说，不代表我不知道。廖氏，你是希望我把江澄欢的血亲找来吗？轻飘飘的一句话，足以让江廖氏的笑容消失，面色苍白。或者说，把亲家叫来，把祭祖在青楼流连忘返的连金叫来，总也得让别人父女相见，血亲团圆。亦或者聊聊江生当年到底是怎么丢失的，抱住他的是不是你廖家的婆子，又是谁下的这个命令？母亲，我没有。我不该对你抱任何期望，你太不聪明了，廖氏。我只跟你做交换，如果你不想我把江澄欢送回那个阿杂的地方，就扮演好一个公正的嫡母。别忘了，那始终是你怀胎10月生下的孩子。话落，江老夫人带着谭月转身离去。不是的，都不是的。好奇什么就问吧。老夫人，姑娘真是被亲生母亲给扔掉的吗？可以说是她，也可以说是廖家。当年她早产临盆，身子太过虚弱，前几个月囡囡都是放在我这里照顾的。半年后她身子爽利了，执意将孩子抱走，我做祖母的也不能阻拦。结果这一放手就是11年。我一直觉得江澄欢不像江家的孩子，直到我查到了廖氏的娘家连金吕家，才发现了蛛丝马迹。吕家当年因为犯下大错，整个吕家都受到牵连，贬官抄家，罪责千里。廖氏的姐妹吕廖氏受到打击，没多久就病逝了。吕家儿郎一蹶不振，自此流连青楼，嗷嗷待哺的嫡女只能被扔回廖家，自此这个嫡女便消失了踪迹。老夫人是怀疑那吕家嫡女便是三小姐江澄欢，难道夫人是受到娘家廖家胁迫，不得不扔掉姑娘，接受三小姐？廖家的所作所为我并没有确凿证据，一直隐忍不发，也是想等祭祖回来处理。廖氏若是能够识大体顾大局，廖家还有几天好日子。谭月扶着江老夫人回到德仁堂，才发现江生已经起床。怎么不多睡会？已经睡饱了，再睡只是躺在床上瞪眼睛。哥哥们从来都不赖床，他们特别努力，我也要努力。
你的哥哥们都很优秀，也都是很善良的人。那是当然，我大哥的文采无人能及，每次考试都能拿第一，我还等着他拿状元呢。我二哥算盘打得最好，我三哥功夫最厉害啦，我四哥依着人心，我五哥最聪明啦。哦，真那么优秀？一点水分都不差。从窦县令到考中童生，拿了秀才，又中举人；从破庙里到斜阳县，再到安水郡，辗转至丰京。他们遇见过很多人，处理过很多事，他们的人生很精彩，他们的未来很绚烂。江老夫人听得津津有味，直到谭月把早饭端来，祖孙两个才意犹未尽地停下。大厨房的师傅很喜欢姑娘，特意给她做了肉粥，吃起来软糯又可口。小江生一连喝了3碗才打住，又背着哥哥们偷吃了新的美味。江老夫人忍俊不禁，那我们去给他们送点吧。江生猛然扭头，满脸不敢置信。谭月他们不爱喝肉粥，江家又没有吃剩饭的传统，扔了也是可惜，不如送点人情。谭月在旁边含着泪点头，对，不爱喝肉粥。好啊，自然是好的。虽然才分离1天多，但他已经非常想念哥哥们了，也不知道哥哥们见到他会是怎样吃惊的表情。在谭月的利落操持下，不过小半个时辰，祖孙两个就坐马车赶到了2进小院跟前。我妹妹呢？我妹妹去哪里了？怎么出去2个月，回来妹妹还没了呢？你们还我妹妹，还我妹妹呢？我妹妹去哪里了？怎么出去2个月，回来妹妹还没了呢？你们是怎么照顾她的？你们是怎么做哥哥的？你们能不能跟我一样稳重沉浮点？不怪弟弟们，是我不好，妹妹是为了我才主动回到江家。许墨和郑如谦讲述了这几个月跌宕起伏的事情。奶奶个腿的封家，我看着就不是好东西，还偷字迹，他怎么不偷人呢？把大哥认去当封家子孙好了，到省去提心吊胆进行武艺，狗日的龟孙，绝户的东西，全家上下多黑了心肝，早晚让野狗叼走尸体，早晚天打五雷轰，劈死姓方的。郑如谦还在大骂，突然被许墨伸手捂住嘴，他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个弟弟也姓方，赶紧把走南闯北学会的脏话咽进肚子里。妹妹，我的妹妹没了，就那一个妹妹，好不容易走到现在，怎么就没了呀？谁陪我妹妹？方老三，你在北疆还不知道我们妹妹没了。几个明媚阳光的少年都用他们各自的方式难过着。哥哥，你回来啦！妹妹回来了。老妇人，姑娘还是有点功力在身上的，一屁股把门给撞开了，也只有咱们家姑娘。许墨第一个反应过来，温然有礼的致歉。老夫人见谅，吾弟与妹妹已经小半年没见，有些失礼，还请老夫人屋里坐。让祖母见笑了。用屁股撞开门，11岁还冲到哥哥身上，这的确与理不合，也不是世家小姐的做派。虽然还没有入族谱见族人，但她也要束缚自己，学会做世家小姐，做一个让祖母满意的嫡孙女。刚才是我太激动，以后不会了，一定不会。许墨正准备亲自烧手，谭月上前2步。许人老爷赶紧坐吧，这种活还是交给我。2进小院甚少待客，茶叶也都是最普通的碎沫子，再沏也沏不出好茶。所有人都知道江老夫人不可能喝这里的茶，但茶盏真的送进来后，她竟然伸手接过，抿了2口才放下。我只是想尝尝我孙女每天喝的茶是怎样的味道。原本以为妹妹是被抢走的，江家是可恶的，没想到真有个人疼爱妹妹。江生给你们带了一大盆肉粥，谭月正在烧火，这会差不多好了。刚说完，一股子肉香混着米香袭来，饥肠辘辘的郑如谦哪能忍得了，跟江老夫人告罪一声，便火急火燎地冲了出去。你们也快些去，大师傅特意煮的肉粥，江生喝了3碗呢。整个正厅便只余下许墨稳坐如山。你怎么不去？稚子上幼可随心，无为长兄自担责。他们没有父母，没有长辈，身为长兄的许墨承担起所有责任。江老夫人必须承认，许墨的优秀远超江家子弟。江生有这样的长兄，或许也是一道靠山，是余生安稳的关键。他们又在玩闹，让老夫人见笑了。我们相伴着长大，总难免亲密些。无妨，我过去看看。二哥这次去岭南，哥有带什么好东西？
当然是有好东西了，不过先不告诉你们，等我卖出去再说。啊，二哥不先给我们尝尝吗？嘿嘿嘿，你是想尝东西吗？还是想要礼物？二哥最好了，二哥每次都给我们带礼物。嘿嘿嘿，给你们的，多谢二哥，多谢二哥。不光你们，老三跟大哥都有。岭南那边的玉算不得珍惜，价格却相当低廉。我这次除了果子，还带了不少玉件，回头卖给首饰铺子，绝对能赚一笔。他的身上糅杂着精明与质朴两种悖逆的气质，能够做到精明利落，却又多了几丝人情味。虽说性格有些大开大合，喜怒哀乐都挂在明面上，但越是这种人，越能获得百姓信任，行商路绝对不会艰难。没想到这所小院里，除了许墨，居然还有第二位优秀儿郎。江老夫人不愿再打扰这群孩子，借口去后院的卧房休息。我跟你们说，岭南是真热呀，东京还穿着夹袄，那边已经薄衫了，好些干活的人更是赤膊卷裤，生怕热死在地头。岭南的太阳也大，那边的人肤色多黑，说话还有点垮，不仔细听多不知道讲的什么。要是知道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我肯定连夜赶回来，绝对不让你们受委屈。我肯定要跟方家拼了，我跟他们没完。怎么没完？驾着你的老驴撞死他！那不行，那违法了，是要判监禁的。可是大哥，重新考试不难，难的是方家绝不会让你安心考试。虽说许墨不怕，但架不住有心算计，总要提前提防。方家那么大，若是不择手段，可怎么办？基础的安危无妨，就怕方家用些旁门左道。放心放心，二哥哥既然回来了，绝对会保护你们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上刀山下火海，有我这老二在，你们就稳坐如山，无所畏惧。好，那就全仰仗二弟了。嘿嘿嘿。只可惜，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。祖母身子不大好，每天都要小气，中午还要煮药，我们得走了。许墨也好，郑如谦也罢，温之允并着常艳的笑容全都消失。江生，二哥刚回来，你就要走啊？小姑娘似乎想说些什么，又说不出来。她急匆匆去了后院，正撞上踱步的花甲老太。怎么了这是？祖母，该回去了。江老夫人心知肚明，长叹了口气。好，那我们回去。要是能把我自己劈成两半多好，这样一半留在江家陪祖母，一半留在小燕陪哥哥跟姑姑。小江生和祖母回到江府，看到廖氏送来的一盘荔枝。荔枝在这个时代可是稀罕物，所以祖母以为廖氏听进去了他的话，准备做一个公正的嫡母。欣慰之余，却在陪小江生散步消食时遇到了鬼鬼祟祟偷吃荔枝的小丫鬟，结果就又发现了廖氏区别对待小江生。吃饭就吃饭，便是用些糕点，江家也从来不会惩罚你们。我在这角落干甚？小丫鬟们诺诺点头，不敢吱声。有个还在努力往身后藏，被何瑞伸手一翻，露出鲜红的荔枝。你们竟然偷荔枝吃！谭月姑娘，饶了我们吧，我们没有偷主子的荔枝，这是三小姐不愿意吃，又怕隔夜坏了，赏给我们的。哦，谭月盯着又大又红的果子，突然想到中午小江生的那盘荔枝是青红交加的，可这小丫鬟吃的却是又大又红，显然品相更好。江老夫人显然也发现了，满脸失望。但这一次江老夫人没有发火，甚至没有去找廖氏理论，只是在窗前枯坐了很久后，让谭月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江生的哥哥们。什么？你说江家的人区别对待，给养女送上品荔枝，给我妹妹这个亲生女儿送中品荔枝？好一个江家，不就是个破荔枝吗？马上装半麻袋给我妹妹送去，谁还没点荔枝了？真当岭南我白去的吗？祖母不要生气，江夫人并不喜我，能够分出荔枝已经算得上公正，大些小些并不重要。我要是得了好东西，也肯定把最好最大的给祖母，其次才会分出去。你这个鬼灵精！好，那我们不跟他计较。祖母，中午就不吃这么多荔枝菜了吧？
上火容易难受，价格还贵。不，还得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此时郑如谦已经带人扛着3大盆荔枝过来了。门房小心翼翼地开了个缝，才探出头去，就被眼前一幕惊呆了。都道风京荔枝金贵，江家也才得到3盘，怎么有人用盆装着？过路的百姓都看直眼了，差点撞到墙上去。敢问公子有何事？拜见江老夫人，拜见江姑娘，九真坊来给你们送荔枝了，顶顶美味的岭南荔枝，包鲜包甜哎！不愧是生意人，时刻不忘吆喝。门房记起来谭月的叮嘱，忙不迭打开大门，恭敬引路。郑公子这里走。途径主道路，两侧的丫鬟婆子都忍不住惊奇，看到通红个大的荔枝，又满脸艳羡，口水横流。郑如谦心眼子活络，抓起2把荔枝，肆意散发出去。姐姐妹妹只管尝九真坊的新鲜荔枝，多尝尝啊！有人拒绝，也有人大着胆子接下。如谦见过老夫人，见过江姑娘。二哥，你疯了？你在哪抢的荔枝？满3大盆，得盼多久啊？你个傻蛋！岭南盛产荔枝，这些是我亲自带回来的，不是抢的。这中间有价格差可以赚，有生意可以拓展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他想让兄弟姊妹们都能吃上美味，就是要跟家人分享。所以昨天荔枝就到了，但是你没给我吃。不是不给你吃，而是拆卸有点麻烦，需要点时间整理。这种一腐一败的果子，即使快马加鞭也得10天，不用点手段根本无法保存。整理出来还得迅速吃完，隔夜就会变味，不宜入口。小江生瞠目结舌，半晌说不出来话。足3大盆的荔枝，他们要多努力才能吃完，肯定得上火吧。吃不完就送人，赏丫鬟赏小厮，别为二哥心疼。荔枝在岭南根本就不值钱，贵的是运输，是人力物力，是时间。还得感谢老夫人给了小子这个机会。3盆荔枝不成敬意，只要老夫人喜欢，往后九真坊管足管够。这些年风京荔枝都是由廖家运送，世家们懒得专门派人去岭南，普通家族没能力去岭南，一来二去，荔枝几乎让廖家垄断，价格也逐步攀升。江老夫人想要收拾廖家，第一步就是断了他们的财路。恰巧郑如谦是专门做这个的，肥差与其便宜别人，不如落到他头上，将来也是江生的保障。好好做，荔枝卖给普通世家不算什么，将来卖到皇宫里去才算长久不衰。这是支持他跟廖家抢生意了。郑如谦又惊又喜。陈老夫人吉言，小子会努力的。眼看着快到饭点，江生的肚子都开始鸣叫。郑如谦站起身，那我就先走了，跟老夫人告个辞。这就走啊？要不吃过饭再走？吃了饭再走吧。上好的荔枝宴呢？江家大师傅是有点手艺在身上，昨儿的肉粥确实美味。郑如谦也舍不得妹妹，一狠心一咬牙，那就打扰老夫人了。郑如谦浑然忘记，二进小院还有3个兄弟在等他开饭。吃完午饭，小江生将他们送到大门口，满脸不舍。兄妹相依为命4年半，共同成长到现在，许墨在科举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。郑如谦也找到了自己的赚钱乐子。温之允埋头沉迷医术，听说常燕都开始研究木头，试图成为能工巧匠。从前江生还能扩展作坊，管理九真坊，有自己的快乐和追求。但现在他只能站在江家大门里，看着兄长越走越远，只余自己孤单打转。在他身后，江老夫人长长的叹了口气。谭月上前，露出怀中沉甸甸的小包。这是做什么？傻孩子，快追上去吧，哥哥们还需要你的帮助呢。就这样吧，祖母自私的多留了你1天，但不能强留你一辈子。江家并非良善之地，廖氏爷永远做不到公平公正。与其让江生留在这里受委屈，倒不如让他自由翱翔。风筝与放征人之间的线呀，11年前就断了，绑不回来的。快去吧，楠楠。江老夫人含笑示意，看向已经快要消失不见的郑如谦身影。江生再不敢迟疑，抓起包裹就开始追，像在追逐自己自由的乐园。哥哥，二哥，妹妹，二哥，妹妹，你是偷跑出来的吗？江家知道吗？不是偷跑，是回家，是祖母让我回来的。走，回家。
二哥回来了，二哥回来了。小五哥，常燕呆立原地，半晌回不过神，更别提后头的温之允，眼眶刷的就红了，泪腺化身泉眼。许墨更是几近失语。你们，我们回来了，我把妹妹带回家了，我带的。现在只缺老三了，只差一个方盒，他们就团聚了。大哥，你就说句话吧，实在不行我们喝酒去，老这样也不是办法。弟弟带你去，一醉解千愁，行不行啊？江家祖训，子弟不得借酒消愁。那你好歹说句话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能让你3天一句话都不说？遇到困难我们就去解决，不能老缩着折磨自己啊！前有江承欢闷闷不乐，消瘦成疾；后有江承院沉默寡言，不愿开口。难道是大房风水有问题？要不我去找个风水先生来看看吧。江承院抿着嘴，那天听到的话反复在脑海中闪现，日复一日地折磨着他。虽然母亲并没有承认，但江生被调包是事实，所有人都以为的意外，其实是恶意谋算。他只能努力再努力弥补江生，把应得的都给妹妹。对，他要去弥补。回江家。好嘞，少爷。没多大会便回到了江家，不等车夫提醒，江承院就从车辕上一跃而下，一路快走，很快就到了小江生之前居住的云栖阁。小江快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因为跟祖母赌气就不认真寻你，我不该想着将错就错，我不该总试图一碗水端平，我不该忘记我还有个妹妹在外受苦。我总觉得一切都是意外，总以为承欢也不容易，他战战兢兢生活的样子我看在眼里，所以我心疼，所以总想偏袒他2分。我总认为他是无辜的，我从来没想过是他取代了你的一切。我总想着江家可以养2个女孩，我可以有2个妹妹。我不知道，原来你的一切是别人精心算计，原来你的一切是被抢走的。什么狗屁公平？谁对我妹妹公平？谁能公平？大雨瓢泼落，打湿了江承院的衣裳，也冲刷着他的面容，血裹着滚滚热泪，与土地融为一体。小江快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可不可以原谅哥哥？可不可以不要不理我？在他身后的江承风目瞪口呆，终于明白为什么江承院和江承欢最近都很奇怪。大公子，姑娘已经走了，您是江家的子弟，心善是好事，但男儿更应该杀伐果断，目光长远。谭月姐姐，妹妹去哪里了？去她觉得自在的地方，去她能自由翱翔的天空。姑娘慢点，慢点。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哥哥这3天去哪里了？可有吃好喝好？母亲4流的地契和金子都被我拿来了，也送出最贵的头面做补偿，可江生没有要。当年调包孩子的时候，江承欢也只是个婴孩，并没有主导能力，但取代了江生的人生也是毋庸置疑。10几年的兄妹情实打实存在，他没有办法去厌恶这个妹妹，但也无法再亲近。那头面你留着吧，我会自己弥补它。江承院淡淡说完，转身之前还不忘拿走属于自己的地契与金。为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不该出现的，对吗？我应该去死的，对吗？姑娘不要胡说，你没有做错什么，没有欺负江生姑娘，还跟夫人大吵一架，冒着大雨给公子送地契，你真的没有做错什么。这个雨夜，有人悲伤，有人愁，有人怀念，有人唱，还有人撅着屁股睡到天亮。许墨已经去国子监了，郑如谦在做生意，温之允会诊病人，只有常燕一个人趴在桌子上。你醒了，姑姑给你留了饭，二哥说去看看作坊，留了江三宰你。笑啥笑？天天不务正业，就知道玩木头。回头给我订2板凳，要小的，这样姑姑们分荔枝的时候就不用辛苦蹲着了。遵命，妹妹。江生洗漱完毕，用了早饭，就准备出发去作坊看看马车，载着主仆2个前往作坊与郑如谦会合。我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们，这种感觉从出了作坊就如影随形。郑如谦猛地转身寻找，却什么也没有看见。这边兄妹俩着手扩大铺面，那边3个身影紧贴墙壁，长松一口气。你们怎么跟做贼的一样？见面大大方方打招呼不行吗？是我们，自从你在半路非要加入，咱就是一个团伙的了。不过这样躲躲藏藏的，确实不是君子所为。大哥，我们非得偷偷摸摸的跟着江生吗？不是跟着江生，是跟着廖家的人。郑如谦大大咧咧的在封京卖荔枝，关键还卖出去了。以廖家的脾性，绝对会记恨在心，想方设法的进行破坏。江承院自认还算了解那几个舅舅，一大早就派人盯着廖家，果然廖家如他所料的行动了。以前听说过知子莫若母，现在又来了个知舅莫若生，跟着大房真是开眼呀。那几个应该就是廖家的人，待会盯紧点，不能放他们离开视线。江承风和江承瑜肃然点头。那几个壮汉动了。壮汉们交头接耳，派出的人服用下什么东西以后，大摇大摆地进入九珍坊，开始选购糕点。
江承院皱起眉头，有点鄙夷廖家的低级手段。买糕点的壮汉走出来，拎着包枣糕，竟然在九珍坊门口打开品尝。刚吃几口，7尺高的壮汉突然捂着肚子倒下。哎呦哎呦！壮汉这么哎呦着躺下，并上散乱的糕点，很容易就吸引人想歪。倘若再让他胡言乱语2句，九珍坊的生意至少要散掉大半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2道鲜明手掌扛起地上的壮汉就跑，速度堪比秒神。后头紧追着的小姑娘利落的捡起枣糕，眨眼也没了踪影。二哥，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？没什么声音啊，一切无常，是不是错觉？也有可能。小巷里，江承院和江承峰把壮汉扔在地上。你们是谁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是谁？我们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。放开我！再不放开我，你们死定了！放开我！求求你们放开我！把枣糕处理妥当的江承瑜跟了进来，疑惑的左嗅嗅右嗅嗅。大哥、二哥，你们闻到什么味了吗？能有什么味道？是你尝糕点了吧？突然，江承院也闻到了那股子扑鼻的恶臭，不仅冲击鼻腔，连灵魂都遭受鞭打。江承院忽然想起什么，低头查看，一股接一股液体奔涌。几个呼吸过后，巷子口突然涌出3颗马车，一个比一个拼了命的朝气。老天爷呀，我们只是做了好事，没必要遭受这种折磨吧？这是吃了什么上等巴豆，速度又快又狠，味道还冲。从买糕点到现在，拢共不过半盏茶时间。要是他们没出现，九珍坊门口还真难收拾。你回去告诉廖家，要是再出这等子龌龊手段，就别怪江家不留情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当年杨贵妃迷恋荔枝，引得天下皆知，自此专供皇室。直到大禹王朝建立，世家才得到机会品茗，需求量日益增加，运送荔枝的活也成了肥差。廖家央求江家在天界面前求情，于是廖家便得到了天界钦点为皇室运送荔枝。廖家顶着为皇室运送荔枝的头衔，阻止别的商人染指荔枝这门生意。渐渐的，廖家便在丰京垄断了这门生意。郑如谦看到了荔枝的利润非常大，便从岭南运来荔枝，准备在九珍坊售卖。你们说廖家不会半路拦我的荔枝吧？二哥要是担心，不如去迎接一段路。郑如谦收拾好，带上江胜，兄妹俩朝着岭南的方向出发。从离去到现在19天，我们还赶了半天的路，差不多就在这片了，怎么就看不见人呢？那个人是不是小松哥哥？郑如谦3两步奔过去，那个站在原地发呆的不是汪小松又是谁？小松，荔枝呢？荔枝呢？荔枝，我的荔枝呀！天杀的廖家，还我荔枝！这一车能出20斤荔枝，按照我是2亿斤，那就是1000多两。汪小松回过神，茫然地看了眼四周，又盯着满脸鼻涕和泪的东家。东家，你们在哭什么？谁死了？我的荔枝死了，我在给荔枝哭丧。什么廖家？什么荔枝？我们的荔枝已经回小院了，这会估计在卸货。这都快出丰京了，东家带着姑娘来干什么？赶紧回去吧，马上要天黑了。小松哥哥怎么站在这里发呆啊？这马车是谁的？竟然翻在这里！二哥以为是咱们的荔枝出问题了呢。荔枝的确差点出问题，我们赶路的时候，有一辆马车突然迎面冲过来，我们往哪避让，这辆马车就跟着过来，摆明了就是想互撞身亡。眼看着2车就要相撞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斜对面突然冲出来一辆马车，直接将对面撞翻，又跳下个人，扛起车夫就跑。汪小松呆了，新雇的2个运货伙计也呆了。最后他们兵分2路，一批先送荔枝，一批留下探查。虽然也没探查出个什么结果。回到小院，郑如谦依旧惊魂未定，直到亲眼看见大果子，才把心放回肚子里。好了，没事就好，荔枝和人都没事，比什么都强。这套没事了，下套呢？廖家太过霸道，不允许任何人侵占生意链。只要我还做荔枝生意，只要我侵占了廖家的利益，他们就不会放过我。形势陡然严峻起来，到底要不要继续运荔枝成为难题。郑如谦一筹莫展，其他人也难以开心。大哥，下次再做这么危险的事，能不能提前说一声？大哥，以疼妹妹可以理解，但也不能拿咱们家的命开玩笑。再说，那也不过是1车荔枝，哪里有3条命重要？不只是1车荔枝，上面还坐着2个人，后头的马车上也有1个人。廖家这是要闹出人命。我说廖家也真是胆大包天，想垄断荔枝生意可以理解，就是这手段未免太过下作，为个生意就能闹出人命，其他的事要怎么办？江承院默然不语，将马车停在廖家门口。
廖家家主喜笑颜开的过来跟大外甥会面，本来想促进下感情，却在看见江城院脚下的车夫时失去笑容。程院，你这孩子在做些什么？来就来了，怎么还带着个人？赶紧放了放了！舅舅这里刚到一批荔枝，正新鲜着呢。廖家家主大手一挥，几个小厮上前就要解救被五花大绑的车夫。江城院巍然不动，江城风下蹲扫腿，小厮们就跟葱一样倒下去。廖家家主不敢得罪江家，只能挤出笑容。有话好好说，可不能动手。廖老爷也知道不能动手，那你为什么屡屡对九真坊使出下作手段？程院，这是什么话？荔枝的生意素来都是廖家专攻，突然来个人过来争夺，廖家反击有错吗？没了垄断的优势，廖家要怎么挣钱？怎么在凤京立足？反击没有错，商人之间有自己战斗的方式，但龌龊商人就是你的不对。上次我已经警告过廖家了，这次属于再犯是要接受惩罚的。江程院，我是你舅舅，这是你母亲的娘家。可就是这位舅舅，这个家族换掉了他的妹妹，让江家大房支离破碎，所有人伤痕累累，新仇旧怨一起涌来，就别怪他不客气。隔天，廖家2个铺子查出漏交赋税、缺斤少两等问题，当场被查封，连掌柜小厮都被拘在奉天府，等待盘查审判。廖家的铺子在江城院的举报下被查封了好几家，痛失数千两银。廖家的夫人抹着泪求见江廖氏，但是在江家大门被拦住。夫人最近身子不大好，不适合见客，几位夫人请回吧。我是他的长嫂，不是客人，我想见廖家的姑娘都不能吗？这里没有廖家姑娘，只有江家的夫人。现在夫人身子不适，不能见外客。几位廖家女眷吃了满嘴的灰，还收获数不清的异样眼光。在角落里从头看到尾的谭月满意离去，回到德仁堂将场面演上一遍。老夫人，大公子长进了，竟然舍得对廖家下手，还是差一点，2次才敢出手。若是老将军在，头一次就把廖家打服了。大公子也不赖，这次收拾了廖家，肯定能消停。就是夫人那边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，迟早还会闹腾起来。让他闹，现在只是让廖家跟九真坊堂堂正正竞争。他要是敢闹，就直接让廖家在丰京除名。老夫人不出手，只是想看看孩子们能够做到什么地步，让他们经历该有的成长，而不是纵容廖家为非作歹，捞尽钱财。廖家不敢再用下作手段，姑娘肯定高兴坏了。听说还有新鲜的荔枝吃，真幸福啊！江老夫人没有说话，只是摩挲着江生用过的小帕子，笑着闭上眼。同样的笑容也出现在小院里。太好了，廖家就是活该，让他们不择手段，让他们阴险狡诈，全都活该，活该。五哥，你之前让我们等等看，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小五一向了解风京，肯定是知道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。我其实也只是猜测，九真坊门口腹泻病人那件事看起来连不成线，但假设有人在背后帮忙，一切就顺理成章。一个试图污蔑九真坊的人，不可能跑去巷子里虚脱，除非他预估错谢要发动时间，又或者被什么绊住手脚。所以我猜，肯定是有人出手在背后帮助了你们。廖家与江家是姻亲，江老夫人不要廖家的荔枝，却要二哥送上门，说明对廖家有所不满。妹妹又是江家的嫡女，那就只能是江家在背后保护。借了妹妹的光，二哥这荔枝生意应该无虞了。但是江家没有触碰廖家根基，仅仅是割裂家族关系，说明生意上还得二哥自己努力。要是能让他一点靠山都没有就好了。廖家这些人太黑，跟他抢生意我一点都不亏心，能把荔枝生意全抢走才好呢。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常燕和他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笑了。你们笑什么？有什么法子说出来听听，别卖关子呀。许墨和常燕的目光同时落在家里最小的妹妹江生身上。不行，我可以带着荔枝上门拜访江家，用生意和利润来打动他们，但绝不能让江生过去。妹妹是我的，是我们的，不能还给江家。他们当年把孩子弄丢了，现在长大了，想接回去，做梦呢。最苦最难的时候，江家在哪里？既然小时候都没照顾过，长大了凭什么拥有？我们已经过了最苦的时候，江家好不容易把妹妹还回来，绝不能再把妹妹送回去。廖家的生意我可以不要，荔枝的生意也可以放弃，唯独妹妹不能再拱手相让。让也可以，除非从我郑老二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二哥，你别激动，没说把妹妹让出去，只是回去看看。
不能回去，万一江家后悔了怎么办？我们又打不过江家。既然二哥不愿，那就找寻另外的方法，或者辛苦点，跟廖家打几年生意战也可以。一旁低头沉思的江生突然出声：“我去。”小江生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要回江家？你疯了！你不要我们了？不是的，是我想祖母了，我想回去看看。这20天，他们一直在忙，忙到没有一点休息的时间。江生也是才发现，他有点想祖母，想谭月，想老人慈祥温柔的手。即使最初回江家并不是自愿，但3、5日的温情足够暖和他的心。那些温情是幼小的江生在无数个寒冷的夜里最向往的温暖，向佛祖祈求了好多年都没有得到的呵护。虽然我没有阿弟娃娘，但是有祖母也不错呀。郑如谦的面色也好转了些，拿窄袖充当帕子，在脸上胡乱的蹭。明天我回江家探望祖母，二哥去送荔枝，简直两全其美。你们最好不要同时间进入江家，等江生取得江老夫人的同意，再让二哥上门拜访。小江生是因为亲情回到的江家，不能让江老夫人误会成利益，损失了原本就不多的亲情。江生虽然觉得没有必要，但还是点头答应了下来。第2天，江生拎起准备好的礼物，带着江3、江4抵达江家。嘿嘿，姑娘回来了，姑娘快请，姑娘快请进。你倒是认得快。那当然了，谭月姐姐让咱们全都记住姑娘的脸，但凡姑娘敲门，无需禀报就能进入。要是谁在大街上看到姑娘被欺负，也好第一时间通禀。看得出来，这都是无心话，但却足以让江生的内心掀起轩然大波。姑娘是打算自己进去，还是让咱带路？江生摆手，强压着内心波动，示意自己进去。母亲不愿帮就不帮，说这么多长篇大论的话做甚？祖母，我来看你了。声音穿过门板，穿透空间，抵达内室。这人年纪大了就是不行，总是出现错觉，不是看见囡囡的身影，就是听见囡囡的声音。按照老话，应该是姑娘想老夫人了，您才会出现这种错觉。真的吗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样好的天气，也不知道小孙女在干什么。江老夫人望着半空出神，那错觉的声音却愈来愈巨大，隐约带着点撕心裂肺。祖母，怎么没人呢？开门呐！德仁堂里伺候的事不多，但也有3、5个，都去哪里了？姑娘，要不我来吧，我嗓门大。我嗓门也不小。冷布丁大门被打开，露出谭月惊愕的面容。姑娘，这是梦里吗？你怎么出现在这里？谭月姐姐，德仁院的丫鬟呢？怎么都没人开门？他们被派去打扫云栖阁了，想必是关着门窗没有听见。江生苦哈哈的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老夫人，您这嘴巴是真灵光啊，说来就真来了。姑娘来看你了。阔别了20日的祖孙骤然相见，鼻子有点酸，眼睛有点肿，连嗓子眼都发起痒痒。江生吸着鼻子，忍了又忍，还是没忍住，嗷一声扑到江老夫人跟前，埋着头哽咽。祖母，你有没有想我啊？我来看你了，20天没过来，你生不生气呀？想呀，想你吃好穿暖没有，想你过得开不开心，想你都来不及，哪有功夫生气？不生气就好，是囡囡不懂事，没有及时来探望祖母。就连今天都是为了九珍坊的生意。他倒是实诚，把常燕的叮嘱忘得一干二净。没关系，你能需要江家，祖母很开心。可是九珍坊遇到了麻烦。那倒没有，今天虽然是为了九珍坊才过来，但我想通了，以后会经常来看祖母，跟九珍坊没关系，跟江家也没关系，就是想祖母了。因为亲情，所以思念；因为关切，所以浓烈。江老夫人安静等待了20天，终于等回这份丢失11年的祖孙情。她嘴角微微扬起，眼底满是笑意。好啊！祖孙2个亲密地靠在一起，又嘀嘀咕咕了会，终于想起外头等待的郑如谦。那祖母，我让二哥送荔枝过来了。小姑娘还没有站起身，外头忽然响起异样动静。夫人，您不能进，老夫人还在休息。好孩子，你去后面躲躲。江生不解，但还是站起身，乖顺地坐在屏风后。明明母亲没有在休息，你这丫鬟仗着宠爱欺上瞒下，属实胆大包天。谭月默不作声地跟进来，双膝跪地。
母亲宠爱你，所以给你几分颜面，但也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你只是个丫鬟。再有这种事情，我看你也不用再得人堂伺候了，直接发卖给牙婆带走。谭月依旧低着脑袋不说话。我得人院的丫鬟，何时要你来管束了？母亲，儿媳不敢。不敢都要发卖了我的丫鬟，将来若是敢了，岂不是要将我这个老不死的活埋？廖氏嚣张的时候也想想，这是江家，不是你廖家。江廖氏双腿一软，跪在地上，求母亲高抬贵手，放过廖家一马。廖家这些年不容易，全靠这荔枝生意才站稳脚跟，若是没了这个生意，只怕要被挤出风京。江老夫人示意谭月站起身，神情冷淡。江家放过廖家，廖家放过江家了吗？你倒是把廖家女的本分尽到淋漓尽致，可你有尽过江夫人的责任吗？江廖氏面色陡白，不敢接话。自你嫁进来10余年，明里暗里帮扶过无数次，江家都睁只眼闭只眼，当看不见。因为将军府需要你操持，因为儿女需要你照顾，因为觉得你辛苦，可你是怎么对待江家的？廖家的荔枝生意是江家帮忙揽着护着，吃了10余年就成廖家的，江家不护着都不行了。廖氏，你是不是以为江家不敢承受丑闻，又或者觉得祭祖跟你一样是个糊涂蛋，任由江家血脉被混淆？怎么有人换了江家的孩子，还能理直气壮地要求江家保娘家呢？廖氏，你重视娘家可以，但不能把江家当傻子。现在是你亏欠江家的，不是江家亏欠你的。你没有任何资格来要求江家做什么，更没资格强求江家的庇护。江廖氏了解自己这位婆母的脾气，也知道再磕头没用，索性从地上爬了起来。母亲不愿帮就不帮，说这么多长篇大论的话作甚？将军还在边疆，听不到这些话。但他始终会回来，会知道你做的这些事，会知道你给江家带来的丑闻。丑闻的确是丑闻，这丑闻可不局限于江家，母亲最毫无解释了。江家压根就没瞧得上廖家，压根就没瞧得上我。江家高高在上，江家了不得，可你这老太太也不是江家的人。老夫人，夫人许是太气了，许是忧心廖家，也许是跟江家赌气。都不是，他这话不算错，我不是江家的人，我是江姚氏，而江家也的确瞧不上廖家。可是封金不是最要求门当户对的吗？那我问你，皇子公主怎么门当户对？皇家已经是大禹王朝最尊贵的存在了，除却与异国和亲，在哪儿也寻不到真正的门当户对。这个世界上并无绝对，出嫁的女子往往会夫家娘家同时兼顾，偶尔偏心娘家都是常见。娘家败落连累出嫁女的也时常发生。往亲情方面讲，养育自己10多年的父母，就因为嫁人而形同陌路，又该是怎样的不孝与绝情？到时候娘家割裂开，婆家又融不进，才是真正的可叹可悲。祖母不难过，你还有我。楠楠放心，我很好。江家与姚家关系密切，又同进同退。虽然姚家的发展弱了江家一筹，但只要我还活着，姚家的地位就稳固如山。江老夫人没有立即扔休书，一是抓不到确凿证据，二是给江城院留些颜面，三是等江将军亲自处理。但廖家、江家是绝对不会再帮扶。越接近会试，小江生越觉得有人在偷窥他们。难道是方家要把我保了，去威胁大哥，不让大哥考试？哪个狗日的东西在这鬼鬼祟祟？有胆子看人，没胆子站出来是吧？缺德的龟儿子，当本姑娘不会骂人呐，本姑娘可一直跟着二哥学着呢。你有本事站出来，让我看看是哪个龟孙。暗处的人啼笑皆非，缓缓走了出来，在小江生惊愕的注视下，缓缓张口：楠楠，我是爹爹。众所周知，我是你爹是骂人的词汇。当听到那句我是爹爹，他第一反应就是这人在还嘴，只是对方一看就打不过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江生愤怒地瞪了他一眼，迅速转身关门。慌乱的小姑娘顺着门板蹲下身体，抱住膝盖。爹爹？他怎么会有爹爹呢？他没有阿娘，也没有爹爹。姑娘怎么了？外面有人吗？还是腿疼？有坏人，但是被我赶走了。姑娘真厉害，已经能赶坏人了。下次叫上我跟江四，不仅赶走，还能给他打一顿。好。小姑娘脆生生的应，紧接着起身走远。门外的人听了全程，大掌扣在门上，似乎是想敲，又生生止住了。
将军，您已经在这里守了4天，快马加鞭赶出来的时间都用完了，马上大部队就要进京，您得去皇城复命。叫江旭在这守着，我去就回。将军，您可是骑着快马回来的，这裤子还是要换一条，当心面圣不雅。行了，知道了。当天晚上，镇守西北边疆的江将军回京的消息就传到几大世家，有人欢喜，有人忧。江家的将军都在外征战，娶个儿媳妇也不能分担，反过来还拖累江家。您这些年真是操够了心，待会将军看见还不知道怎么心疼呢。他不会回来的。为什么不回来？将军在外面还有宅子，又或者外室。江家的男儿称得上洁身自好，别说是外室了，连妾室都没有耐过。不是外室，也不是宅子，别好奇了，明儿早点起，去贡院门口瞧着。第二天，作为要会试的大日子，天刚蒙蒙亮，小院就动起来，认真的为许墨准备好考试所需的东西。到底是平民败于世家之手，含恨退出科举，还是世家赢不了平民，公道自在人心？大哥，好好考试，不论结果，也不要畏惧结果。也许并无绝对公平，但能重考就证明有人还是维持着公正。这世间仍有净土存在，我所为之努力，是为了净土更多。我所之付出，只盼朗朗晴空。已经给老三写过信，他也表示会在2月归来，怎么还是没有踪影？许是三哥不知道这次会试具体日期，还以为跟去年一样2月下旬考呢。敢问许兄身子骨如何？可还需要大夫看诊？方家重金请了太医过来，许兄若是感到不适，千万莫要客气。方公子有心了，许某一切安好。既然许公子无事，那就会市场上见吧。他干嘛非要过来打个招呼？他是来告诉其他学子，这个马车里坐着大哥，坐着许墨。而许墨正是状告上金銮殿，害得所有学子重新赶考、重新会试的人。虽然亲近的友人没有异议，但其他的举人就真的能不埋怨、不怀恨吗？不管是谁，只要伸出手给许墨下了绊子，方家都能摘几身，坐享其成。那怎么办？在外头我们还能保护大哥，进了宫院真是想帮也帮不上。怀恨的学子不需要多，3两个就足矣，也不需要太多阴谋诡计、伸脚扳倒，再故意损毁笔墨，都足够许墨喝一壶的。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，任由方家行使阳谋？不可能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缝的天衣，更没有绝对的计谋。小五，你最聪明了，有什么办法吗？若是有足够的人脉，可以找到奉天府尹，请求他派出2位衙役随身保护大哥。可奉天府尹上连方家舞弊都不敢宣判，又怎么会派人保护大哥？这不是明着跟方家作对吗？那现在去找江家和窦家可以吗？我去找他们帮忙。只是还没站起来，就被许墨阻拦。没用的二哥，江家的老夫人能说得上话，却不会出现在这里。赶路去江家，时间也不够用了。会试迫在眉睫，贡院大门已经站好了衙役，只等准点开门，就可以检验身份携带了。这喘息间的功夫，他们谁也找不到，谁也帮不上忙。就在这静谧时刻，异常寡言的江生站了起来。你要干什么去？可是渴了饿了，还是出宫？江生都摇摇头，不说话。他想起来昨天那个自称爹爹的人，想着这几天小院的平静，总觉得其中有所关联。如果他真的来自江家，又真的是那个身份，现在应该还在的吧？应该会出手帮忙的吧？大门随时都会开，江生等不了，也不敢等。在几个哥哥不解的注视下，他跳下马车，不期然看到前头身材笔挺高大的男人。原来他真的就在马车前头，静默的守着。有相熟的人路过，都要恭敬行礼，再喊出句：“你回来了。”男人只是摆摆手，示意不要声张。姑娘出来了，就在你后头。江继祖猛地转身，看到小姑娘满脸的欲言又止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不在马车里待着暖和？什么事？你且说。你能不能请奉天府尹派2个衙役保护我大哥？他要进宫院了，我们保护不了他。我会信你的，我给你送糕点，我还有2盘荔枝冰，分你1盘，也可以给你钱。他越说声音越小，底气近乎没有。谁会莫名其妙帮助陌生的人呢？甚至他还不如陌生人，他是他们不要的人。江生垂下头，内心最后的希望也随之湮灭。就在他准备转身的时候，男人终于伸出手。好啊！江继祖的随身禁卫大步走到宫院门口，不知说了些什么，又亮出个身份牌。原本平静随意的贡院夫子立即客气起来，起身叮嘱2名衙役：“大哥，你会没事的，好好考试，我们在外面等你出来。”
许墨啼笑皆非，又深深地看了2眼江继祖。虽然不知道这人的身份，但也能猜到与妹妹关系斐然。大哥放心，一切交给我。什么叫交给你？难道只有小五靠谱吗？我这个二哥就不行吗？许墨忍着笑意，对弟弟妹妹们挥手，又遗憾地看了眼城北方向。这个小姑娘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：昨天自称是她爹爹，还帮助了她的男人，明明有胡须，可今天这个爹爹却没有胡须。楠楠，爹爹回来了，怎么一天就不认识了？你要是不欢迎我，我就走了。你真是我爹爹吗？我真的有爹爹吗？真的是，真的有，是真的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你骗人！昨天的爹爹明明有胡子，你没有。昨天不是你说你梦里的爹爹没有胡子吗？所以我特意把胡须剃干净了。走吧，今天江家要去法门寺祭祖，要不要一起？他后知后觉发现，眼前这个中年人真的是江将军，是络腮胡子爹爹。好多年没刮掉了，当初为了震慑大军，特意蓄起来的。如今为了闺女一句话，他用小刀刮到半夜。江生抿着嘴，又是羞赧又是感动，半晌才想起来刚才的话。祭祖？什么祭祖？没有什么祭祖，这趟法门寺专为廖家而设。突然提出要祭祖，整个江家都吓了一跳，以为要出什么大事。细细算来，也就只有江生跟江承欢的身份问题了。这次不是开宗祠，也不是去族谱，只是为老将军上炷香。母亲不要担心，承欢没事，先收拾东西吧。夫人，将军留下话，承欢小姐不必去了。一语记下，犹如雷劈。哎呦，不是江家的人非要凑江家的热闹，早知现在难堪，还不如躲在自己的院子里呢。小鱼，江成瑜才吐着舌头缩回脑袋。父亲真的说了不要我去。管家艰难地点了点头。既然父亲说了，那承欢就不去了。为什么不能去？凭什么不能去？承欢还信着江家的信，也给老将军送过钟，怎么就不能去？谁说的不能去？江继祖吗？要他来亲自跟我说。可将军早就去接嫡姑娘了，哪里还有身影？今儿我把话撂下了，承欢去我就去，承欢不去我也就不去了。老夫人同意让三小姐去，只要夫人不后悔即可。我后悔？我为什么会后悔？承欢在江家娇养了12年，他就是江家的孩子。可是母亲，这是违逆了父亲的意愿。廖氏不言语，带着江承欢坐上马车，行至法门寺。江家众人已经等了有一会，江生等人才赶到。祖母，让你们久等啦！不久，你父亲呢？江生忍着笑意，指了指白面中年人。原来不止他会认错，身为母亲的江老夫人也会认错儿子。江老夫人瞠目，大伯刮了胡子，有种不输爹爹的英俊。大哥可是嫌弃络腮胡子，吃起饭来麻烦，每次饭毕都得洗脸。楠楠不喜欢，原来是为了闺女啊。好了，去上香吧，我们家囡囡也要见见祖父了。今天由于不年不节，香客几乎没有，整个法门寺像是只为江家敞开。恭喜老夫人，恭喜江家重拾千金，血缘归位。阿弥陀佛，禅房已经收拾妥帖，所有闲杂人等都已离开，诸位有请吧。我已经求过皇上，将廖家的荔枝生意交给九珍坊，皇上也应了我，革去廖家所有人的仕途。其余几大世家也得了消息，不会再跟廖家做任何生意。为什么？廖家怎么得罪你了？你要绝了廖家的生路？做了什么你不清楚吗？你真的不清楚吗？为了外甥女扔掉亲里，让她乞讨7年，濒死挨饿7年，被人辱骂殴打7年，你到底是不是母亲？你怎么会有这么狠的心？廖氏，回答我，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？整整7年了，那么小的孩子摸爬滚打，乞讨为生，与狗抢食，辗转流浪，他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知道吗？廖平若，你回答我。廖氏被震地半晌回不来神，只是本能的摇头，再摇头。你想否认？两个持刀劲的出现，手里压着个血涌心生的醉汉，不是10数年前败落的吕家子弟，又是谁？江承欢的生父出现了。你若是再否认，我就叫人将吕廖氏的坟掘了，挫骨扬灰。谁感觉我爱妻坟墓，饶他半生安宁？原来是一妹啊！我那姑娘跟着你过得怎么样？我答应过你不会打扰你们，就真的不打扰你们，我这就走，别让姑娘看见，不好。廖氏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是我失换了个孩子，你换了江家的血脉，你害了囡囡半生，你应该感到高兴，囡囡还活着。如果他不在这个世上了，整个廖家都得为他偿命。也怪我当年想差了，只想着江家权势太大，不能再和世家联姻，却忘了门当户对。咱们两家势不够门当户对，
你们挑我也不过是因为我恭谨孝顺，并不曾对我有过感情，也不曾瞧得起廖家。我这些年兢兢业业，打理钟馗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可你们说卸下我权力就卸下，说拿走对牌就拿走对牌。你们可有把我当作江家主母，又可有把我当作将军夫人。不要岔开话题，拿走你的对牌，是因为你弄丢了江家血脉。即使到现在，你也没有明确说出到底为什么换了江家的嫡女，就为了你们姐妹情深。可是据廖家的老嬷嬷交代，你们姐妹当年似乎也没有多么和睦。你到底说不说？父亲，您不能打母亲。江家的男人从来不打女人，我只是要他说出来当年真相罢了。他若是不说，廖家的人将会逐个报复，先从小的开始。听说廖家家主刚抱了个孙子。母亲，你说吧，你说出来吧。我不想说，我不想说，是你们逼我的，是你们在逼我。江生，他根本就不是我亲生的孩子，他不是廖家的血脉，他活该被扔，活该乞讨，活该死在外面。那我是谁？我一样没有爹爹，没有祖母了吗？你就是亲的，就是祖母抱大的囡囡。就算你不是，祖母也要你。廖氏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说，不要试图用这种方式脱罪。脱罪？我有什么罪名？我只是扔了一个冒名顶替的孩子，抱来我的外甥女罢了。是我跟姐姐关系普通，但江承欢好歹也流着我廖家的血，而这个孩子与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。承欢在江家的日子太不容易，我不想说出来让孩子伤心，是你们非要逼我说出来的，都是你们逼我。你有什么证据？姐姐怎么就不是江家的血脉了？证据母亲不应该清楚吗？这孩子究竟是哪里来的？你又为什么对他疼宠入骨？不都明摆着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到底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我胡言乱语？母亲真是太能装了，直到现在还演戏。你忘了姚家那个早夭的女儿了吗？她与我儿同年同日，她生下来夭了，我儿早产了，你说巧不巧？她是足月的孩子，我儿却只有7个月，到底是哪个孩子活下来的？江家的这位嫡女到底姓什么？哭什么哭？你是说江生是姚家的女儿，是姚思清那个早夭的妹妹？我把我姚家的孩子换过来图什么？图江家的富贵吗？姚家可没有吕家败落，胡养在身边，我也不缺孙女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姚思清母亲缠绵病榻，没几年可活了。你是想给那孩子找个亲娘，找个疼他爱他的娘？可为什么是我？明明妯娌也有身孕，明明大家月份相近，难道就因为江居是那个嫡子？所以你认定江生是姚家的孩子，为了报复姚家，也为了报复母亲，你狠心将他丢弃，换回来承欢。对，是我恨姚家，我也恨江姚氏，他们算计我的孩子，那我就算计姚家的孩子。我把他扔掉，我讨厌他，我恨不得他死，我宁肯抚养姐姐家的孩子，我也不会养他。荒谬，真是太荒谬了！没有证据，仅凭臆测伤害了2个孩子。廖氏，你愚蠢又荒谬！你说姚家迫你早产，你说姚家换你孩子，你有什么证据？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孩子是我的血脉？我有证据。夭折了12年的婴孩，无法辨认的血亲，连亲母都认不出来的孩子，如果真的要讲证据，那就只能挖坟摸骨。去叫姚家思清父女俩知道那个孩子到底埋在哪里。老夫人，这是要得罪了姚家啊！去，哪怕是得罪姚家，我也要让廖氏知错，要他知道错地有多离谱。谭月没法，只能匆匆离去。不多时，门被打开，姚家家主出现，他怀里抱着个黑色匣子，神情疲惫又凄苦。我就知道你们会挖出来我的孩子，这里面是我儿，对不对？我的儿啊！禁卫眼疾手快，将他死死拦住。别碰我，我要我的孩子，我要看看他。12年了，我想他，我的孩子。开匣子。姑母，真的要开吗？小阮他已经沉眠12年了。开，表哥，欠你的我来还，但今日必须要给囡囡个公道。姚家家主眼底含泪，到底还是打开匣子。老夫人还没有请大夫。即使能够通过摸骨分辨婴孩是否足月，那也得资历深厚的老大夫才成，他们普通人可辨不出来。江老夫人没说话，目光落在了温之允身上。我会一些医术，只是对于摸骨不太精通，还是请个经验丰富的老大夫来吧。好孩子，不用请别的大夫，你可有随身携带银针？银针自然是带了，老夫人要银针何用？江老夫人叹了口气，没有回答温之允，反而提起了另一桩惨案。12年前，姚思清的父亲也算是风京少有的风流公子，虽娶妻生女，却依旧拈花惹草，也曾纳过2名妾室，名唤春花秋月。
春花性子温婉，不爱争抢；秋月性子泼辣，擅长争辩，仗着宠爱，时时与姚家主母有所摩擦，最严重时甚至险些伤到主母。当时江老夫人就把姚家家主唤过去，狠狠斥上一番，要他好好约束秋月，莫要发生宠妻孽妾的烟杂事来。姚家家主虽然风流，但尊重姑母，当即就呵斥了秋月，又禁下他2个月的足。原以为妻妾就此和谐，却不想秋月心思歹毒，竟然给姚家主母下了砒霜，导致原本健康的妇人缠绵病榻。后来秋月被处置，姚家家主内疚关怀妻子，日子倒也和乐美善。变故发生在姚家主母再次有孕，即将生产的时刻，竟然又有人下了毒药，让原本足月的孩子生下来就成了死胎。这个时候，姚家人才发现，真正下毒的人乃春花。秋月无辜枉死，姚家嫡次女无辜枉死。姚家主母虽然救回来，却也没撑多久，撒手人寰。姚家处置了春花，姚家家主也改掉脾性，再不敢拈花惹草。可死掉的人回不来，和美的家也不复曾经。即便到了现在，听到这些往昔，姚家家主还是会热泪盈眶，会满脸内疚，会悔不当初。为了姚家名声，也为了我这不争气的侄子，姚家将这段故事泯灭，只对外宣称足月的孩子短命夭折，可所有姚家人都知道，那个孩子是中毒而亡。中了毒的尸骨，即使过去12年，也能验出毒性。温之允双眼明亮，立即拔出一根银针，小心翼翼地试探过去，触之即黑。这不可能！你们骗我！你们毒死了我的孩子，只有可能是你们对他下毒了。在娘胎里就毒死的孩子和生下来再喂毒，尸骨所呈现的毒性是不同的。触之变色，且湿如墨，说明娘胎里就已经毒入骨髓。不可能的，我的母亲不可能骗我。母亲说了，我的孩子脚底有2颗痣，缰绳浑身光滑无瑕，他不可能是我的孩子，不可能。没想到事情绕来绕去，还是绕回到廖家身上。求求你回来，我错了。12年前到底怎么回事？说。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，别打我真不知道。江继祖把目光放在了几个老嬷嬷的身上。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，不畏死，也不怕打，可你们总有子孙后代，总有子嗣家人。我身为大禹王朝的将军，总有能力让几口人悄无声息消逝。求将军饶恕家人，求将军手下留情。是大姑娘，她嫉妒2姑娘嫁得好，嫉妒江家如火中天，吕家却彻底败落。她不甘心优秀了一辈子的自己，临了竟然比不过木讷的妹妹，所以她在临死前逼迫廖老夫人答应为江承欢择个好的出身。他们知道2姑娘不可能答应，娘俩就联手布了个局，无论是2颗痣也好，污蔑给姚家也罢，都是为了怂恿2姑娘接过来江承欢。大哥，刚才说的那些是真的吗？我的孩子到底是谁？我的孩子到底在哪里？你告诉我，谁才是我怀胎7月的孩子？谁才是？我来告诉你吧，江生就是这个被你亲手丢弃的孩子，就是你的血亲骨肉。在你丢弃他的那些年里，他流浪辗转着生活，他无数次快要被冷死饿死，他饥肠辘辘到与狗抢食，他是所有人眼里的小乞儿，是无父无母的流浪儿，是谁都能随意践踏的存在。馊饭剩饭在他眼里是美味，狗都比他吃的尊贵。真可笑啊！仇人的孩子当成宝贝，心心念念的骨肉生命垂危。我的孩子，孩子在哪里？孩子，母亲找你，母亲会保护你好的。求求你回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孩子，孩子，我的孩子。江生下意识的后退2步，造成的伤痕怎么可能弥补？产生的错误也不可能归位。被恶意丢弃的孩子，永远回不到悔过人的身边。廖氏再次吐出鲜血，仰天嚎啕了起来。只是哭着哭着，他突然又笑了，胳膊虚虚的环绕着什么。楠楠不哭不哭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母亲给你准备的小玩具。我们楠楠是将军家的孩子，以后也要做个将门虎女，就是不能上战场，那个太危险了。你的祖父就是战死沙场，你的爹爹恐怕也要重蹈覆辙。娘不许你们兄妹有危险，娘只想你们好好活着。他絮絮叨叨着，逐渐走远，谁也没有制止，谁也没有阻拦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母亲，你醒醒！滚，坏人！别碰我的孩子！你是坏人，你滚！廖氏疯了，这个结果在意料之内，又在意料之外。兄长，廖家这些人要怎么处置？廖氏带到尼姑安严家看管，她是孩子的母亲，不能流落街头，其余人送还廖家。他的语气太过平淡，以至于廖家家主眼睛放光，脸上写满劫后余生。其实有些时候，死亡反而是最轻松的处罚，废掉生意只是第一步。廖家要是不家破人亡，江继宗愿意把姓名倒过来写。如果我没有退那一步，他是不是就不会发疯了？
好孩子，与你无关，是他自己太过自信，自以为是。夫人眼神是不是不好啊？明明姑娘那么像他，但凡他能够动摇一点点，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谭月，你又想差了。你怎知料是没有动摇过？但这么大的事情，这么多年的恨意，他敢动摇吗？即使有那么瞬间的怀疑，他也会抹杀掉，继续光明正大的恨囡囡，恨姚家。只有恨才能让他活下去。动摇也好，怀疑也罢，都是料是承担不起的结局。幸好我们囡囡找回来了，以后也是有家的孩子，有爹爹有祖母。呆若木鸡的哥哥们回过神，争先抢后的冲过来。还有我们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姑娘，你起来，地上凉。你又在这里哭哭啼啼做什么？生母算计，抢了人家的富贵，还要死赖着不走，就没见过你这样厚脸皮的人。江承欢想否认，却又张不开嘴。不要装楚楚可怜，也不要动你的小心思，更别想跟你生母一样想出毒计害人。画本子里你这样的配角，最容易在这个时候生出歹意。你要是真有良心，就应该为自己的过错赎罪，就应该拼尽全力弥补江生。姑娘，起来吧，当心寒意入体，您身子本就虚弱。小巧，我做了什么？他们认定我要生歹意，他们认定我要伤害江生，他们认定我是坏人。丫鬟低下头不敢说话。四妹妹，我能问问你，为什么能跟江生一起玩耍，却始终讨厌我吗？因为你虚伪、固执，不够坦荡。问这个做什么？没什么。虚伪、固执，不够坦荡，好像真是他的毛病。尤其在得知自己是假千金以后，那种失去的恐慌进入骨子里，他总是不自觉讨好所有人。你不要想着借什么题发挥，更别想着装可怜扮柔弱。没人欠你，是你欠了别人。姑娘，咱们走吧，咱们走远点。我不想走，我不想，我想要父亲母亲，我想要兄长，我什么都想要，我不走。可是父母兄长好像都不需要我了。姑娘，小巧带你走，咱们走吧，走远点，以后我们俩相依为命。江承欢看着眼前伤心的丫鬟，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关怀他。恭喜大哥拿了会试榜首，接下来就看电视了。就是没想到方家和大皇子结成了联盟，电视时大皇子定会想方设法帮助方也不一定，电视毕竟是天家做主，大皇子与天家也就是父子关系而已。天底下除了夫妻，就只有父子能说得上话了。亲儿子恳求两句，当爹的还能全作耳旁风。大皇子但凡给大哥下绊子，就要比普通人更轻易。而且方家能够任由大哥摘得会员，就说明这个身份并不够起眼。只要电视中发挥普通甚至失误，大哥将来也翻不出多少浪花。那我们能不能也去帮大皇子？凡事讲究先后，大皇子与方家已经结成盟约，任何后来者都不可能超过方家的地位，所以方家才能死心塌地扶持大皇子。我们要想谋求生路，只能攀附其他皇子。天家4位皇子，大皇子与方家结盟，2皇子生母不显，4皇子跛腿残疾，5皇子久病不出。我们选不出合适的皇子，也没资格攀附皇子。几人说着说着都不禁唉声叹气，只有小五眼底藏着忧伤，默默下了决定。他站在大哥读书的窗台，看着爽朗大笑的二哥，抚摸三哥随身携带的长刀，碾过4哥嫌少离手的银针。最后他折叠起妹妹的红头绳，郑重收进袖中，又提起墨笔于宣纸上轻挪辗转。吾离家太久，已至归期，勿念你们永远的小五。第二天，温之允左找右找，却始终没有发现常燕的身影。对啊，我哥呢？我哥去哪里了？找来找去，只在书桌上找到一封信，纸上留着几个大字，赫然是常燕的字迹。吾离家太久，已至归期，勿念你们永远的小五。我哥不是说他失忆了吗？难道是恢复记忆了？小五从来没说过他失忆了，是你认定，他没有反驳。我们没有说过不允许他回家，为什么不跟兄弟们当面道别？为什么不说一下家在哪里？为什么要偷偷摸摸走？小五，你是要丢下我了吗？你怎么可以丢下我？谁都没想到，常燕忽然离去，最先掉眼泪的不是江生，居然是温之允。不过想想，两兄弟年龄相仿，又形影不离，哪怕做点坏事都是手拉手，加上同吃同睡，比跟江生的关系还要密切些。
为什么要抛下我？以后哥哥们各自忙碌，是不是又剩下我自己了？四哥别怕，我一直在呢，我不会走的。我又不是五哥，不管他去哪里，找到他不就行了吗？对啊，他可以走，我们也可以找。我给大山写信，让他带着弟弟们在十里铺打听打听。弟弟妹妹们以为在安水郡发现的常燕，常燕就是安水郡人士，可生活中的种种表明，小五弟很可能是封金人士，至少也得是个世家子弟。许墨没有打断弟弟妹妹们的讨论，就让他们开心期待着吧。剩下的事情交给大哥，让大哥来找出最小的弟弟。方远，学生方远在。你这个主战方式倒是新奇，要朕增加税收，还是专门收富人的税？你就不怕先征收方家的？回皇上的话，只要大禹王朝能够强盛，方家愿奉上财产，愿缴纳税额。在当前来看，税收是得罪人的事，但长远望去，国富才能民强。只要大禹王朝强盛，百姓迟早赚到更多的钱财。好啊，后生可畏啊！方远拱手退礼，回到原本的位置。以战止战倒是个方式，可惜大禹王朝连年征战，国库早已空虚，能够维持当前已是难得，又如何做到以战止战？回皇上的话，以战止战时乃唯一结束战争的方式。达鲁性嚣张强悍，如果不是将他们打服，即使安静2年也会卷土重来。确实如此，先帝在位时连年征战，也曾短暂将达鲁打退回去过。可惜不过2-3年，一旦休养生息过来，达鲁还会骚扰边疆，杀烧抢掠。启禀皇上，学生于下比之前认真思考过，达鲁为什么要侵略我们，为什么持续针对边疆数10年。这其中固然有他们打不到封金来的原因，但更多是因为达鲁也想活。他们如果不侵略，如果放任自然，就会冷死饿死，就会灭族断代。天界缓缓点头，认可了他的说法。谁知突然一道清扬的声音传来：启禀父皇，儿臣有话要说。大禹跟达鲁征战纠缠数10年，来来往往死了不知道多少人，莫大的仇恨不将他们灭绝已是仁慈，还要反过来助他们存活。这位学子到底是大禹王朝的人，还是达鲁派来的奸细？父皇可能觉得儿臣这话冒昧，但儿臣当真不吐不快。遥想大禹同达鲁数10年纠缠，死去多少无辜将士，又有多少百姓被铁骑碾杀，多少妙龄姑娘被含恨侮辱，多少老人死不瞑目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达鲁缺粮可以抢粮，他们为什么要折辱百姓？为什么要收割无辜生命？古道贼上有道规，这群异族人当真是野蛮至极，毫无人性。还有无数惨死的将士，无数大禹王朝的子弟，他们在战争中失去生命，他们的父母妻儿老无所依，可现在却要我们原谅这等子异族，对他们施行怀柔政策。儿臣就想问，他们凭什么？他们配吗？配吗？这番话称得上慷慨激昂，结合刚才质疑鲁莽的形象，一位刚直且爱国忧国的皇子形象便树立起来。就连龙椅上的天剑都叹了口气，带着对战争的无奈，对异族的不满。父皇，大禹的儿郎就应该无所畏惧，一往无前。我们泱泱大国，岂容异族挑衅？必须要将异族灭尽，为我亡魂。天剑眉目复杂地看了眼许墨，正准备把墨卷放到2甲行列。启禀父皇，儿臣也有话要说。大皇兄实乃为国为民的好皇子，儿臣非常认同他对达鲁的仇恨，有他在，达鲁迟早灭尽。说起来，大皇兄10年也16、17，江家与你同龄的大公子已经奔赴北疆，不知道你何时启程？怎么？难道大皇兄说了半天，竟不肯亲自上战场，亲自灭了达鲁？连学子们都恨不得身披铠甲，激情愤慨的皇长子怎么能不愿去呢？可他又不能真的去，北疆战事3-5年难平。回来之后，就真的与太子之位无缘了。儿臣自然是愿意去的，儿臣愿意为了家国舍弃一切，便是奔赴北疆也在所不辞。只是在那之前，儿臣要为父皇分忧，要充盈国库，要储蓄足够的粮草战斗。看来大皇兄是去不了了，这灭尽达鲁的事情只能交给边疆的将士了。也不知道离家的人啊，多久才能归来？是否能为父母送终？又是否能与妻儿相伴？他点到即止，没有说太多，但这话里话外的路却以为止战铺好。在小五的帮助下，许墨成功成为主。你姓甚名谁？家在何方？家中可还有人？孑然一身，东珠怎么卖？你从何处来？我为何不曾在余杭郡里见过你？安水郡东珠卖不卖？任老爷陷入苦思追忆中，他应该是想起来19年前路过安水郡，曾在某个青楼里春风一度。他已经不记得那女子的面容，只惊觉还有血脉流淌在外。好孩子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出生年月日，还有是否愿意滴血认？不能，我也不愿意。
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，找女朋友上牵手。都说牵手广告特别多，到处都是封后严重注册麻烦，我以为没人用呢，直到我同事用牵手脱单了，我去下了一个试下，没想到985、211人是真多，随便你选，无论是挑性格还是挑人长相，想找对象的人强力推荐。哎，就是想给妹妹的鞋子上也镶嵌上东珠，谁知东珠卖得这么快，要不是最后2颗被你买走了，我才不在这里跟你废话呢。我来是为了买东珠，你卖就卖，不卖就不卖，我是来做生意的，仅此而已。我跟你长得像又怎样？天底下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。你最多是个歪狮子，能认回人家是你的福气，有人家支持，有老爷的人脉，还有大公子将来在朝堂上的成就，多少人抢破头都抢不到，你应该珍惜这份福气。任老爷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任老爷踌躇片刻，没有否认。孩子，我知道你对这些年心有怨怼，但只要你是人家的孩子，该有你的1分都不会少。敢问任老爷，将我认回以后要怎么对待我？当然是做回人家2公子，为你请学读书，为你说亲办喜，只要你是人家的孩子，岂有亏待之理？哦，那敢问能否和大公子相比？任老爷再次一怔，你怎么敢跟大公子比的？大公子是正统嫡生，你只是个青楼女子诞下的歪狮子，老爷宽厚待你，你就要知恩动恩，岂能与嫡公子进行攀比？小子担不起任家的福气，也跟人家没有关系。小子此行就是为那2颗东珠，任老爷若是可以割爱，小子愿出双倍银钱；任老爷若是难以割舍，小子也不愿平白耽误时间。你这孩子又是何必跟嫡子比？回到人家，从权势、人脉、金钱来说，对你都是好事。对此，郑如谦仰天大笑。我缺权势，小武已是太子；我缺人脉。大哥考中状元后被封为安水郡郡守，还能比不上你这个已退位的郡守。我缺金钱，我已是指定的皇商，哪个做生意的能比得上我？切！看来任老爷是不愿意卖东珠了。既然如此，小子就退了，打扰。任老爷再次惊愕，似乎没想到还有人不为任家权势所动容。等一等，这东珠给你。等价交易。大哥，处理完刘赖儿的事情，能陪我定制新衣裳吗？我给大家都订了衣裳。想想大家最近都不在，许墨也只能笑着点头。疼。前面就是成衣定制铺子了，走吧。只是还不等他们抬步，道路就被人阻挡。这次来的人较为面生，衣冠楚楚笔整，态度尊敬客气。敢问公子姑娘，可知道在安水郡里有个姓郑的18岁行商少年？18岁，姓郑，行商，这说的不是二哥吗？好像在哪里见过，但是你突然冒出来打听他，谁知是不是寻仇？我可不敢胡乱指路，除非你能说清楚呀喂。并非寻仇，是我家老爷子千里寻子，希望公子能够回家，结束奔波艰苦的生活。老爷寻子？是的，老爷与公子短暂相逢，循着公子的脚步来到安水郡，命我们务必寻到公子踪迹，只要姑娘肯代为引荐，人家必会加以重谢。短暂相逢，也就是说他与你家老爷见过面，只是没有留下。他不愿意回去，你们还要追到安水郡来，是想逼迫他回去？你们到底是想要他回去，还是避免血脉流落在外？我们人家乃余杭郡大世家，二公子认回去了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总比做个区区商户来的强。你说的那个人我知道，他是我弟弟，他若是不愿意回老石子人家，谁都不能逼迫他回去。那可是人家出过余杭郡守，出过举人老爷的人家，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人家，你们怎么能阻拦他回去做任二公子？都余杭郡守，在下不才，安水郡守是也。我们大公子正在封京会试，将来就是晋升老爷，要在封京做大官的。在下不才，乃是和庆13年的状元。人家毕竟是个大世家，有多大？能大过江家吗？就是封京出了几十位将军的那个江家，在下江家嫡女，是你口中区区商户的妹妹。区余杭郡守世家就能够颐指气使，逼迫他认祖归宗。他若是自愿，我不会相劝；他若是不愿，谁都不能逼迫。就是，你敢逼我二哥，我就拆了任家。不经意回头，看到了风尘仆仆站在马车前的郑如谦和汪小松，唯独郑如谦手里的绣鞋是那么美丽，镶嵌的东珠璀璨夺目。
别再来找我了，我不会回任家，更不会做任家安分守己的父子。你们自以为的全是人脉与金钱，在我这里什么都不是。小子不才，并非你口中的区区商户，而是大禹王朝唯一指定皇商。人家若是有意见，不妨告上皇城，我们金銮殿内相见。这次任家家仆已经彻底不敢说话，正如牵头也不回，一手拉着长兄，一手牵着妹妹，以最快的速度归家。二哥，这次任家会放弃吗？会的。糟糕，人家不会借助血缘关系死活黏住二哥，吸你的血吧？放心，别忘了金銮殿里坐着谁。